人在地球毁灭前的最后一刻，居然放弃了金钱的诱惑，只为了补全一只毛笔。而只因它是穿越星际传说的钥匙，是被暗中崇拜的双 S 级神器，可以解锁体内沉睡的武圣体质。旋转时光之针，记忆中响起键盘和电瓶的交响，回荡着一款名为《战网》的游戏。男人原本只是游戏中一个普通的玩家，但太空联盟跳跃出屏幕，模糊了现实和幻梦的边界，将生与死的游戏规则牢牢绑定。游戏的失败就是生命的消失，某个国家排名的落后就是有怪兽破坏的倾向。在这名为生存的擂台上，如今地球上只剩下10个国家，他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因为他们都要迎战怪物的入侵，迎战末日喷薄而出的怪物大潮。即使有众多玩家参与对抗，却如同夜空中的流星，仅一击将转瞬即逝，一击即溃。但一个神秘男人扭转了目前局势，只见其将力量凝聚于手心，朝着怪物挥出全力一击，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传来，防御成功的提示声响起。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武圣的男人程志汉。虽然他以断臂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却在胜利瞬间功劳却被金发大叔所掩盖。巴伦威廉姆斯，名业双收的会长，纵横游戏世界的至尊，皮囊之下却是战友与排他。与此同时，伤后的治愈来自圣女温柔之手。尽管他独自战胜了怪物，但作为会长的他岂能让手下功高盖主？于是他独吞了这场 BOSS 战获得的奖励。即使剩下的队友对此极为不满，但他们也改变不了游戏中的狂妄与不比。毕竟全人类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会长也清晰地阐述了男人得不到奖励的具体原因，因为他并不是烂国人。显然男人早已对此毫不在乎，即使他孤军奋战，拥有3S 级别的技能，甚至是排名世界第7，但因为血脉归属的关系被埋没与忽视。然而更令男人备受折磨的是，身为 H 国的最后幸存者，他独自坚守。就在他的胳膊即将恢复之际，前方传来了任务结束的通知。M 国和 Z 国的防御行动获得了成功，剩下的8个国家却未能幸免于难。然而胜利的条件是让玩家的1半以上存活下来。如今人类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必须战胜乌鲁克，才能找到生存下去的希望。闻此，圣女立刻建议会长，如果他们要面对的是乌鲁克，那么他们就需要程志汉的帮助。毕竟上次就是他打败了那个怪物。但是会长还没有听完他的建议，就已经决定了谁去应对乌鲁克。在这周末景致的大幕下，随着一道白光，只见乌鲁克如噩梦般降临。与此同时，会长爆发出全身的力量，紧接着仿如星辰大海中怒极的雷霆之怒在他四周汹涌澎湃。可就在他向着梦魇般的巨兽发起冲锋，下一秒他的力量如同萤火，瞬间被黑暗所吞没。随后便传来了会长阵亡的消息。见此，整个战场陷入了触目惊心的静默。顷刻之间，在恐惧的锁链下，哀嚎着化作了尘埃。伴随着怪物举起的那把巨斧，前方传来了游戏结束的通知，历史被迫翻开了新的一页。人类的踪迹犹如被抹去，宣布了人类的末日。随着黑色的死亡之云笼罩四周，黑色物质将他们吞噬殆尽，世界终究走向了毁灭。男人也以为自己即将消失，恰在毁灭刹那，一声系统错误响起，竟然还有一个人类存活。居然是男人凭借他的无名神技，硬是扛住虚拟世界的审判，就连太空联盟也不禁侧目。若非时光如此无情，若他能提前洞悉无名神技的力量，或许 H 国的末日就能得以逆转，他所珍视的人们不必遭受风雨。与此同时，太空联盟对这部去血脉里的火焰重新点燃了兴趣。伴随着视线渐模糊，理智沉沦，只待双眼再次睁开，竟发现自己回到了游戏开始之前。不仅仅是重新来过的契机，而是用前世智慧改写未来的唯一道路。这一次他只想尽力去守护好一切。如今他回来了，他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在当时太空联盟刚刚出现， H 国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稳定，在世界玩家排名中有11位被认为是最强的存在，排名第3的剑王就是来自 H 国的影视镇。H 国因为有剑王的存在，其地位一直没有动摇。然而剑王远走他国，H 国的地位如沙塔般坍塌不堪，这是 H 国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消息。而男人恰好回到了这一天。在他的印象中，自从剑王离开后， H 国的战绩排名便一泻千里。因为剑王的离开， H 国最终也遭到了毁灭。而这样的家伙居然是他孤傲的姐夫。他不明白为何姐姐会爱上这种家伙，青梅之恋抉择之间是否另有隐情。很明显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如今他的状态属性虚弱，实属难以言表，前生都在虚度光阴，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天赋到底有多厉害。年满18者化为勇士，天赋觉醒者寥若晨星，他的天赋被判之无用，他的时光犹如流水泯无痕。现在他才发现自己的属性并非空虚，那天赋之力只因觉醒之际才显锋芒。不过现在的他非常疑惑，为何只拥有等级1的属性值，但却显示自己为等级2？他思索再三，那无意间误喝了经验值，所以才是成就跃迁的契机。不过这是什么？为何会有10万的业绩分数？莫名的业绩分数，如幻境中的华章，他并不记得自己是何攻击。难道会是因为回归所以产生了变化吗？他的使命重塑，命运的轮盘重新启动。就在这时，一张薄薄的业绩积分交换券悄无声息地俘获了他的目光。能开启业绩商店，看起来就像是专属于男人的特别道具。
仿佛是宇宙尘埃中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他毫不犹豫激活了这份奇缘，下一秒，业绩商店立刻出现在他面前。看来这好像是通过提升商店等级来追加道具的。他便将商店等级提升到了4级，而下一秒，崭新的提示紧急修复功能现已崭露头角，能将破碎之物凤凰涅槃。此刻，男人的喜悦犹如野马奔腾。随后，他走进剑王的私人游戏室，这是剑王留下来的东西，并且意识到这个遗产将化作他的排山倒海之力量。紧接着，他拿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道具——损坏的毛笔。伴随着男人使用了紧急修复，下一秒，损坏的毛笔焕发光芒。准备完毕，双 S 级的宝物东方朔的笔将再次谱写传奇。与此同时，随着江南青铜联赛的新手教程拉开序幕，时间不多了，于是男人唤出状态窗口，紧接着便开始在窗口上操作起来。在过去，他之所以被称为武圣是有原因的，这支笔能够将所有属性合并为武力值，只有使用这支笔写下那2个字，他就能获得传说中的武圣体质。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缓缓汇聚，只见窗口上的属性正不断跳动。与此同时，倒计时归零，下一秒他便被传送入了战王里。斗兽场的生存战拉开了序幕，而这次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当其他玩家减半，游戏便会自动结束。居然会是斗兽场吗？他在乎的是自己是否得到了武圣体质。细查后，如释重负，他不仅得到了武圣体质，更完善了独特技能，业绩值飙升1万。旧日好友啊，我们又重逢了。而这仅仅只是那无名神功的开始。不过他只要拥有了这个，以他现在的实力，这场比赛不过是小试牛刀。就在这时，窗口传来提示，提醒着他未接连接器，不使用连接器将会承受游戏中的痛苦。他忽然想起剑王留下的连接器，能让玩家几乎免受一切苦楚。不过今日完全没必要使用。与此同时，限定任务再次出现，新手教程的第1名伴随着1000业绩分数，有了武圣之体，胜利不过咫尺之遥。只见他身后一道人影闪过，影子悄悄跟随。正当他以为已得手时，下一秒他却是愣在了原地。男人仅凭2指便化解了致命一击，那么接下来反击之中已然敲响。画面一转，他的记忆回到了杜赫奎卫进攻之前的瞬间。此刻的他已整装待发，毕竟江南青铜联赛的舞台上，工会们的明日之星都将一一亮相。工会是培养和管理玩家的地方，他们能够在联赛初期就培养出强大的玩家，而他隶属于2星工会，这是一个由2星集团直接运行的工会，已经培养出了众多明日之星而闻名于世。杜赫奎拿到1级天赋敏捷之后便加入了该工会，在这个世界中，天赋如同稀世珍宝，遥遥可数，所以他这颗耀眼的星星有很大的概率挤进前50名。在众星云集的赛场上，他瞬间锁定了一位身穿白背心的男人，看起来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存在。于是他在瞬间做出决定，必然向对手发起攻击。然而他并未预料到，对手仅用2根手指就轻易地挡下了他的攻击。要知道这可是敏捷速度。随后只见男人将他的攻击弹开，就凭你这点天赋也敢来参加这场比赛？而他难以当场接受自己的1级天赋就这样被忽视。当然，男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没错。接下来他解放全身的力量，瞬间出击。下一秒，影子几乎跟不上脚步，而男人却轻松闪躲每一招。随着他的连续进攻，对手却一次次熟练地避开了他的攻击。虽然他的速度快，但男子早已在无数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他的招式虽快却单调，男人甚至能预测他的下一步动向。当他全力一击挥出时，只见男人一掌就将他的长剑击飞，接着顺势将他接住，最后一剑将他洞穿。虽然他嘴上说着绝不放过男人，但只有男人知道没有下次。随着玩家的消失，手中的长剑也渐渐消失。如今热身结束，要想获得第1名，就需要击杀5人以上。而就如预料中的一样，没有人会选择怪物作为对手。怪物横行但不配为敌。在战网游戏中，参与者除了有人类以外，还有怪物的存在，但只有击杀10只怪物才约等于击杀1名玩家，所以大部分玩家一开始都只会选择玩家作为对手。而在这时，猎取乌鲁克群的首级，收集30颗怪兽之魂，赏你宝塔般的500功绩点。虽然这不是一番轻松的旅途，却胜似寻常凡人斩将的5倍荣耀待遇。在这饱含诱惑的报酬前，拒绝他可谓荒唐至极。怪物不过是些凶猛的影子，与真正的德鲁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那么就开始吧。男人迈步如流星追月般直奔目标，乌鲁克们群雄并起迎向他的到来。与此同时，2把斧头在空中划出死神的弧线，而他却是带着轻蔑的微笑，稳稳接下斧头。这样投掷才称得上艺术。他轻扬手腕，斧头化作暗夜流星，战场上骤然添了2具无头怪物。就在怪物们目瞪口呆，此刻的男人早已游走至其背后，伴随着男人一阵暴风骤雨的浮影闪烁，瞬息间滚滚头颅落地。此任务进度暴跳至1/6。就在这时，众怪兽愤怒反扑，怒涛般的攻势向他涌来，而男人却身形一转，轻松斩落周遭埋头猛攻的怪物。与此同时，一束尖锐的长枪刺破空气，锐不可挡。但男人反应更为迅疾，以掌心之力将之折断。此情此景，旁观的兽人已是目瞪口呆。而在他惊愕中，巨斧已悍然封喉，
兽人早已丧命，可下一秒巨斧却当场断裂。见此情景，众多兽人趁机向他蜂拥而上，但男人却不慌不忙，脚下猛然发力，下一秒周围他一跃而起，拔剑而行，一剑封喉，又是一群侮辱客归于尘。不到片刻，男人便完成任务，随后就得到了500点业绩，等级也随之提升。一般来说，在游戏结束之后，他会结算经验值。虽然他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但能够提升属性总归是好。于是他选择强化自身的武力值。武力是所有属性融合在一起的独特属性，它能发挥出超越常人2倍以上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武力达到30时，神功将现，无名惊世。但在男人的印象中，武力非一日之功，乃是血与汗的凝结，可精进一挥而就。这种好事儿，若非场中高手，岂能如此轻松达成？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那可真是太棒了。就在这时，一道剑矢嗖嗖而来，而男人侧身躲过。看起来你们已经开始联手了是吧？这种事情早已习以为常。那个标志乃 H 国10大公会之一乌龟公会的印记，联手之势已定，前路更显多诡云谲。与此同时，战场仅存60余人，游戏之幕将落。没想到如今只剩下这么点人了吗？如果他能躲过此劫，就能赢得这场比赛，成为胜者。而就在他们闲聊之际，男人侠士窥探得分板。虽然他只击杀了4个目标，但他仍然是排名第一，看起来第一的位置保住了。与此同时，女战士正欲向他发难，却见一道剑光破空，一击必杀，正好可以试试6个武力值的力量。此刻一旁的战士见此震撼至极，而下一秒，男人瞬间来到战士身后，紧接着全力一击。但没想到战士的盔甲如此坚硬，他疯狂地砍向盔甲，伴随着击打的次数越来越多，直到盔甲终于破裂。区区 B 级装备，安能挡我？是昔日令世人惊叹的武圣，凭借一己之力驱散巨兽的威胁，拯救世界于灭亡之中。而如今，他置身于地球末日的前夜，却毅然决定放弃昔日的英勇身份，转而成为一名治疗师。因为只有他知道，通过成为治疗师，能够解锁神圣之力，获得全新的独特属性。就在男人砸碎了敌人的盔甲，电光火石之间，屏幕前正有2人观察着他的一招一式。李海岩，人世界的权威，竟然对这幕一惊一喜，而他没有出现在林佳音身边，可真是万幸。不然的话，估计连第2的座位或早已不在。不过部长好奇心勾起，如果真刀真枪相遇战场，能否打赢他呢？虽然他表示自己会尽量绕行，但部长为了能够获取更多资料，所以命令他要正面应战。而屏幕中的男子，那剑法那身影，程志汉在心中翻卷。似曾相识，久闻林佳音拥有 S 级天赋，是后起之秀。S 级的一星之光，他本应星耀江南，但没想到男人的出现导致他的光芒被掩盖，令人百思不解。这位不过2级的挑战者，何以凭借一己之力震战云端？他何许人也？画面一转，江南青铜赛落幕，战火于尽。而从比赛获得的经验值，让他从3飞跃至6。随后，只见男人将3点属性全数投入武力之中。与此同时，男人头顶诞生荣耀光环，教程称霸者在青铜联赛中所有属性值都按照增加20%的经验结算。虽然只适用于青铜联赛，在称号的属性提供下，男人的武力值来到了10点。当武力值达到10点时，那么他就能够随意通关青铜联赛。而等级达到25级之后，银色升级战将会开放，眼下聚焦恒久的青铜之战即可。就在这时，灵光一现，思绪一出，转职。转职是赋予无职业玩家的关键技能，职业类型分为4种：战士、弓箭手、魔法师、治疗师。曾经战场骁勇的男人是一名战士，如果再次选择战士的话，那么他就能够成长更快。但业绩商店如宝库般横陈，有新的选项供男人选择，这样的话，战士就不再会是优先选择的职业。那么这次我们就试试新的职业吧。画面一转，青铜之争再起风云，而这次是防守，重任在肩，守卫水晶，并且在游戏中存活下来，直至最后5封孤锁。就在这时，只见双重蓝光跃入眼帘，而来者是来自 LK 公会的弓箭手，以及携星河而来孤狼魔法师。如今唯独空缺治疗师。消耗战的钟声已鸣，治疗师的双手恰似守护之盾，不可或缺。可下一秒，林佳音却是愣在了原地，因为面前浮现了熟悉的面孔，居然是程志汉。真正的防御战开始了。治愈师之路选定义是20分钟前，虽然窗口提示他与该职业不相符，但他还是毫不犹豫按下了确定键。而他选择成为治疗师只有一个原因，在选择辅助职业时能够解锁技能神圣力量，这个技能是他获得另一个特殊属性的必须因素。然而这种特殊属性的成长相对比较困难，因为它并不能通过训练来提升，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业绩分数。目前这些业绩分数只能在无名神功上使用。不过男人很快便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办法。与此同时，只见魔法师正在大声抱怨着不满，他认为男人根本不配与他待在同一个队伍中。尽管弓箭手一再劝解魔法师，但他依旧固执的不肯妥协。而就在这时，男人义无反顾地将其拎起，向远方一抛。游戏不是你的乐土，就算没有你，我们依旧能闯关斩将，翻云覆雨。
奶系辅助独自站在战线最前沿，全场焦点都在他身上。就在男人将魔法师从塔之巅无情地抛掷入虚无，如今他却不得不跪在冷酷男人的面前，哀求如落水之夜，傲慢早已化为乞求的泪水。下跪的此人名叫金龟鹤，而他只因为这样是有原因的。在这场比赛中，每个参赛者都拥有3条生命，起初就因为他的不良举动损失了1条生命，随后更是他与这个男人发生冲突，损失了第2条。如今的他轻易地失去了2条生命，如果再死一次的话，那么他像是挂在崖边的一片树叶，便会坠入深渊，成为比赛中的笑柄。而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他祈求男人放过自己，因为垫底将会遭受惩罚。他高价购置的法术就将烟消云散，被无情的规则抹去，技能也会跟随等级一起被自动删除。此刻，男人忽然想到金龟鹤火魔法的天赋，对抗怪物时所散发的热量断然不容小觑。毕竟对于一个等级15的魔法师，所以他的能力是一笔宝贵的资产。而旁观的林佳音正陷入了沉思，试图在记忆长河中浮现那熟悉的影子。此人名叫金龟鹤，他曾是备受大家期待的魔法师，但在银色升级赛中却因一次次失利寻求不义之路，最后终成一名失败者。就在这时，金龟鹤开出条件，若得到男人的道歉，便愿配合众人一起合作。这无疑让周遭环境压力倍增，但男人的拒绝毫不留情，你真是想多了吧。随后，只见男人手臂轻轻一抖，便将他抛向苍穹，紧接着宛如流星划破长空的金龟鹤遂从高处坠落，魔法师阵亡。画面一转，隔壁的法师正娴熟地运用火焰魔法对付着怪物，就如同金龟鹤所夸耀的，火焰术确实对斩妖除魔有着不同凡响的效果。此刻的众人陷入了两难选择，纷纷指责男人刚才的鲁莽之举。而这时的男人目光落在了任务提示上，夺得头名即赠1000功绩点，同时若能担任屠杀1000僵尸，则有额外3000点功绩。时间的守护者吝啬至极，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但男人又不愿轻易放弃这份觊觎已久的功绩。而此刻的林佳音已在密切关注男人的一举一动，他认为男人只是个固执己见的独行侠，凭此分歧者工会根本无需深究。正当此时，一位金发盟友提出警告，如果他继续走这条孤独的道路，最终只能独自应战。我真能做到吗？男人在心中暗自权衡，透露出挑战不可能的勇气。而在同伴们注视密集的目光中，林佳音提出一个战术，让治疗师守护后方，但男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他选择了前排，发誓要成为坚硬的盾牌，他只需要守护那位弓箭手。就在这时，一只恶兽突然显现，就在两人准备迎接未知的那一瞬间，此刻的男人挥舞起长棍，下一秒借助矫健的身手和有力的一击将怪物击毙。就连两人也对这强大的圣言招数感到吃惊，这居然是圣火，这难道是神力的彰显？与此同时，无数丧尸朝着男人呼啸而来，但男人便在短暂的交锋中迅速拾掠了他们的性命。虽然他心中不确定能否成功，他决意至少尝试一番。任务的完成率6%，外表平凡无奇的铁杆背后竟藏匿着古籍中述说的神圣器物，只需轻敲丧尸的脑袋，使用者便能吸纳它蕴含的神力。就在男人的任务进度刚刚到达6%后，此刻他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下一秒一头扎入了蜂拥的丧尸群中。随后只见其挥手中长棍舞动如风，并快速在尸潮中穿行，如入无人之境。转眼间26只丧尸应声倒下，而这些血尸是对常人攻击免疫的血色恶鬼。只见男人在关键时刻召唤一缕神力，巧妙将他们击杀。这一神来之笔，连旁边的金发青年也成了他的忠实粉丝。林佳音也被震撼了，因为男人不仅能够精确控制神力释放的时机，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挥砍必瞄准丧尸的要害。任务完成1/5，这恰恰满足了神力升级的前提条件。随后窗口便提示男人神力的提升，看来没错了，他的力量又上了一个层次。这正是提升神力的奥秘所在。他初次亮相时，那自带的神秘感令价格飙升，但10年蹉跎，当时无人洞悉其真实价值，他就这样一直默默无闻。偶然间，男人从索菲亚的口中得悉，圣物有力量增幅之效，是增强自身神力的法宝，虽仅限赛场内使用，成就其圣物之名的是无数英雄长时守护并祈求之力。每件圣器都有各自的神秘条件，而他知悉有人致力于收集。此刻，男人意识到自己或许熟悉那个人，回忆往昔，他曾闯入剑王阁楼，探寻真相，满眼的震撼，因为地面上满是以无法引动力量的圣器。没错，那个不断搜寻圣器的人正是他的姐姐。姐姐一同与剑王并肩战斗，被赞誉为绝代英雄。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与此同时，男人现在关注的是身旁的钢弹一级圣物，通过敲打丧尸的头部便可吸纳蕴含的神力，他才能源源不断强化自己的力量。不过如今能够吸收的神力已经所剩无几，但对抗丧尸绰绰有余。而旁观的林佳音震惊于此种于战斗中无法以键盘表达的细微操作。此时金发青年提议是否应该施援手，恰在此时，一具丧尸直扑而来，瞬间华丽的剑影划过，丧尸应声倒地。而此刻的男人只觉得他非常眼熟，梅花剑林佳音有望成为下届剑王
王的候选者，但命运无常，他却陨在尹世珍之手。随后，只见林佳音投来邀请，若携手并进，他们必能攀上新高。在评估过积分情况以后，于是男人点头应允。那么此处有你守护。下一刻，他从高塔俯身飞跃，接下来释放的将是奈蓄势待发的终极一击。这场只有1%幸存者的竞技场上，但身为治疗师的他，却以一根铁棒破天荒的领军功底，携同伴一举夺得了比赛的桂冠。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男人挥出一击，仿佛带有魔力，即刻将所有怪物消灭。任务提示跃入眼前，现实挑战圆满完成。然而真相总是残酷，他知道期待之外的任务仍旧完成不足一半，而他心中有了猜测，他的力量尚需雕琢，若日后变得更强，必将归来，再战此地。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个任务还会不会出现。而旁边的林佳音则是满脸不可思议，层次比自己还要低微的治疗师，怎么会有这番战绩？思来想去，难道是些超凡入圣的力量附体？就在这时，金发男选择了退出游戏，男人应当去领取他的奖赏。然而林佳音情急之下，伸手拦住了他。2场比赛中，他亮出的实力不容小觑，眼中的分歧者无疑就是眼前的男人。工会正求贤若渴，他急忙上前索要号码，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急切间竟显得失了礼数，毕竟一见面就要号码还是有些不妥。男人只是微微一笑，若只为商谈商业利益，他无丝毫兴趣，并自嘲遗忘了自己的号码。但若有缘再遇，他会悉数告知。脚步轻轻再起，他已转身远去。林佳音不禁怔立原地，这是被拒绝了吗？画面一转，男人已步入街道，思绪纷扰，账号之事早已飘然而去。不过他是获得了认可吗？尽管得到那串数字并无难处，但看起来工会太过引人注目，而且目前他内心并无加盟之意。随后他便查看起了自己的状态窗口，等级突飞猛进，提升2级，获得了1500点游戏点数。尽管这点数不足够跻身顶尖，但这么点巨屁根本就买不起任何胜利，看来还得到姐姐家里搜一搜。画面一转，男人踏入家门，但出现在眼前那双旧日的鞋子，瞬间唤醒了锦绣往事。人生或许总有不堪回首之时刻，而男人心中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当好他的守护者。在前世，2人本是相依为命的存在，尽管男人整日酒气熏天，但他也未曾放弃过男人，依旧是鼓励他挺直腰板。可男人没能为他扛起全部，让一切终抵不过命运的捉弄。那一天成为了他今生最深的悔恨。而今时间如沙流转，他们再次重逢，心头荡起一圈涟漪。好久不见舅舅。人踏回末日前的地球，首个壮举竟是赤手空拳摧垮了 H 国的骄傲，因为只有他明白，这毁灭性的运动背后暗藏着拯救世界末路的密钥。然而，在重逢长久不见的侄女尹诗雅时，他的心湖激起欢悦的涟漪，携带着家族剑王之血脉的荣光以及姐姐的期许，意外的提前踏上了返乡之旅。他宣称自己是唯一迎着风尘提早返乡的旅者，从他父亲投身巨国战线那日起，只将心系于此岸的舅舅，所以他时刻为舅舅担忧。他的父亲从此无声无息，虽然是有的，只告诉了他一件事，唯独透露他为爱沦陷，舍弃了一切，包括舍弃 H 国，放任女儿在异乡飘零。闻此，男人怒火中烧，但很快他冷静了下来。那不负责任的影子，是他早已习以为常的。画面一转，2人现在悠然自得地闲谈着，而李海岩认为程志汉是工会必须招募的对象。就在这时，一则手机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随后只见直播画面赫然出现在2人眼前，而此刻的2人却感到极为震惊，屏幕上竟然是正在直播的程志汉。与此同时，只见他豪情满怀地向全世界宣布，剑王尹世珍是他的姐夫。紧接着他缓缓抬起右脚，瞬间像是地心的力量被释放，一道深邃的裂痕在地面上隆隆裂开。而此刻的男人正凝视着剑王的象征。就在众人惊愕之际，这时他满怀愤怒地挥起拳头，一击将巨大的双剑雕像摧毁。接下来，他要表明对剑王加入新卫队仪式的立场，而他的行为绝非无的放矢，因为战网拥有世界最大的媒体，可以让浏览者的每一次点击和关注成为实实在在的成就。而作为剑王的小舅子，所有成就奖励似乎手到擒来，伴随着耳畔传来成就达成的提示音，就如同预期的那样，尹世珍也有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与此同时，黑色双剑的标志映入了他的视野，这是剑王家族的象征，他们是尹世珍的狂热追随者。当剑王离开后，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尹诗雅，并断言是他的错导致了剑王的遗弃，如果他消失了，剑王便会重返故土。最终，无惧于命运的设计，尹诗雅最终成为了他们众矢之的。如果你们希望出现一个可以发泄愤怒的对象，他宣布自己愿意成为人们怒火中烧的出气筒。紧接着，一拳便令身后的雕像粉碎，因为男人深知剑王不会回来。男人从怀中掏出手机，播放了剑王最后一次与女儿的录音。就如同男人所说的那样，尹世珍为了一个女人。从那震颤的声音中，众人得知尹世珍为爱抛弃了 H 国。随后，尹诗雅站出来揭露真相，但她不能默许那些沉重的遗产阴影笼罩于她，所以她决定将其捐给国家，并期待创造更多的传奇英雄。
细节将在未来慢慢到来。而就在30分钟之前，而此刻的尹诗雅却是满脸疑惑，她不明白为何男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那些辛苦得来的一切。虽然男人有些难以解释，但只有他知道，国家因为尹氏真帮倔国消灭 A 主国，因此没收了所有的财产，尹诗雅也就变得一无所有，甚至生命都受到剑王家族的威胁。捐赠不单是慷慨之举，更是一种策略，为尹诗雅筑起防护的堤坝。尹诗雅虽不明舅舅的盘算，却坚信那个满怀自信的舅舅又回来了。果不其然，剑王家族的怒火又一次转向了男子，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再次讲述了事实。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外表看似为情所困，实则只是胆怯逃避。尹世珍，你的时代已逝，纵有万千风波，早已不再属于你。既然安居倔国，那就好好享受余生吧。他即将归来，毁去剑王所有的拥有。以金光闪耀之姿，令广大对手闻风丧胆的传奇战士，居然甘心退避于青铜赛区，纯为了在新手之中寻求一丝不配他身份的优越之感。就在男人对着剑王发出警告，尹诗雅的眉宇间却是笼罩一层担忧。警言一出，当举世震动。不过比起这个，明明昔日的磅礴之声已变得低调细语，毕竟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了，所以怎么可能还跟以前一样？在他们绷紧心弦之际，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门铃响起，谁会是这不速之客？另一边，剑王那位留下无数传说的英雄已洞察全局。画面一转，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典型的大叔形象，而来者便是战网部门经理朴允植。自从剑王离开之后，他如守护孩子般呵护着二人，而显然男人早就料到他会前来，一眼便见穿他的来意，直截了当的发问，是为了让自己撤回捐赠，认为剑王还会归来吗？此刻，大叔额头的汗珠显露了他的彷徨，眼前的男人居然有如此大的转变。男人的直言让他不禁讶异，他们未曾对英雄放弃希望，为此遂提议以委托管理方式保留这份执念，权力将转让，但剑王若复归，一切皆会反璧归真。不仅如此，两人得以继续在这里安居乐业，便是最美好的结局。于是大叔缓缓展开一份契约，如是他们方能并肩寻得双赢之道。男人没放在眼里，而在最终同意之前，他希望对方满足他一个交换条件。画面一转，此时视线转向了人声鼎沸的斗兽场，而在这时，一道惊艳的身影降临，如同星辰落地。他是人见人爱、流光溢彩的主播，他便是金色流光。虽然他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他虽赢得满堂喝彩，因为身为黄金的他居然自降等级来到青铜，却因自降身份辱弄青铜选手而饱受非议。目光如鹰锐利，他选定了自己的首个猎物。紧接着，程志汉出现在他面前，惊起了主播的好奇心。一番试探采访未果，程志汉似乎有所顾忌，反而是淡然检视他的状态窗口。就在此时，窗口跃出紧急提示，剑王家族发出一个悬赏任务，击杀程志汉奖励2000 GP。冷眼旁观的金色流光未曾动心，然剑王家族不断加码，终以5万 GP 的天价买通了他。任务在手，金色流光信步而行，随后力巨双足一跃而起，瞬息已至程志汉背后。就在这时，意外降临，程志汉冷不防转身一击，力大无穷，荡飞了流光手中之剑。紧接着金色流光反应不凡，怀中短刀一闪，下一秒一道身形掠过，然而最终宿命难逃，终被程志汉以雷霆一击诛之。程志汉获得第一滴血成就，奖励100成就点数。看起来厨艺似乎也因此场战斗暂时失了准头，曾是钻石联盟独有的荣耀，如今竟降临到青铜联赛当中。传闻如若侠是勇猛的攀登星座部下的高耸挑战，将得到一种非凡的力量。金色流光虽被一剑斩杀送赴死亡的彼岸，但下一秒他如不死之凤凰，瞬间涅槃重生。复活十字架能让英雄重获生机，却在这全国层面的较量中被封禁。当金色流光再一次华美归来之际，此刻的男人正如影随形，一剑封喉。男人以双杀的胜局再次定格了胜利，而这件道具却早已因某个致命漏洞淡出这圣物的传奇篇章。不过话说回来，今天的斗兽场预计将是人潮如织，精灵族群成了这日特邀的观众，但他们意外地唤起男人心中深藏的不悦。这些生灵曾是人类末日的催化者，虽心中愤怒沸腾，欲将其一网打尽。男人知晓，当下仍需专注于战场上的每一个瞬间。只见他缓缓朝着众人看去，而下一秒，目光扫视，一股令人胆寒的气息让玩家如丧魂尸骨，纷纷避之不及。但男人相比金色流光，他更是深渊的恶魔。于是握紧手中的制胜器物，他只能在战斗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寻求更高的荣誉。就在这时，哥布林的暗影如命运的召唤划破平静，击败所有哥布林，这可正合我意，接受下一场战争的钟声。画面一转，只见男人一个瞬身便朝着哥布林发起了攻击，下一秒
哥布林就遭到了迎头痛击，紧接着一道身影划过，哥布林便被当场击杀。此刻圣物顿时光芒大放，向他启示了使用他的秘密，通过用棍棒敲击颅骨，再用短刀直指心脏即可。虽然得知了圣物的使用方法还是很不错的，但显然男人浪费了太多时间。不过事情还并未结束，只见哥布林王已悄然现身舞台中央，惊天而立，而下一秒男人一棒震撼世界，哥布林王如秋叶般飘然倒地，随后一把短刀划破寂静，径直刺至黑暗之心，成功击杀哥布林王。男人的力量也在神的烹饪套装的等级降低中获得不凡的提升，虽然降低了等级，却允许他引用更加纯粹的力量之权。不过要想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眼前的对手正是他必须越过的山峰。既然他们不来迎战，那他将主动出击。与此同时，金色流光内心的雷霆之怒正在沸腾，对喧哗讨论的观众群起波涛。若深究其间，他们不知战事的真相，因为哥布林的战斗能力至少是35以上，可男人却能轻易将其击杀。哥布林不弱，男人更恐怖，这无疑给青铜联盟生态添上了一抹深重的黑色。就在这时，只见屏幕中传来一阵阵惨叫，而下一秒，金色流光却是愣在了原地，因为比赛场内正出现一边倒的局面，竞技场上已是一片惨绝人寰。男人拔剑而起，不到片刻，如死神般播种恐惧之种全部击杀。此刻圣物的力量也在他的手中跃升至 F 级的荣光，因战绩卓著而获得盛赞与奖赏，但这对于男人来说远远不够。就在这个高潮迭起的时刻，需在混沌的斗兽场中寻找幽暗中的影子女王。谁能料到，青铜联赛竟然掷地有声地宣布了史诗级的征途，获成就者将立刻获得神秘而特殊的星座力量。星座是战网中神圣的存在，如果完成了他们给予的任务，那么就能够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能力，原址在钻石舞台上繁星闪耀，勇士眼中燃烧着不灭的斗志。天赋之机难得一见，岂能轻易错过？倘若能赢得一位星座的青睐，其他星座自会纷纷瞩目而来。在这浩瀚的精灵海洋中，男人是否能辨认出影子女王的真容？一个被认为不可能的世界里，男人却以自身破界而出，双职业天赋的传说似幻似真交织于他独一无二的身影。男人在铁血战场早已独占鳌头，成为媒体笔下新一轮疯狂追逐的主人公。那是自从剑王离去后，在无人达至的巅峰，一瞬间粉丝潮涌，昔日剑王的旧忠臣们如今纷纷转投他的战旗之下，而金色流光却成了笑柄，每个口中尖酸的戏谑都仿佛在其耻辱上再添一笔。不过他却对此置若罔闻，他的心已遁入对程志汉无尽的仰慕中，幻想自己成为那位英雄的专属编辑。与此同时，此刻的两人正在闲聊，他们正探讨是否接受赞助，那是名利双收的利器，却也可能成为束缚英雄自由的锁链。而这时的男人眉头紧锁，那看似简单的史诗级任务，但实际上堪比攀越9天更为艰难。就在这时，诗雅一个眼神洞察万物的女子看透了男人心中的迷茫，因为每当事情进展不顺时，舅舅总是这副神情。随后男人不由得叙述了寻找影子女王的艰巨任务，除了知她藏匿于观众席中这丝线索外，一切都是雾里看花。诗雅点点头，回放录像的线索就像星光一样，即将为他指引迷津。画面一转，男人独自一人返回房内，守护着他的是一堵沉默的墙和泛着蓝光的状态窗口。开辟新的职业道路，男人将获得的成就点数购买了一个职业卡槽，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增加一个新的职业。那么这次将要选择的职业便是魔法师，那宏大的称号即将佩戴在他身上。只见剑如泉涌的神力激活，紫色能量如潮水般涌来，下一秒他能够感觉到一股全新的能量在他心脏中跳跃奔涌。而男人之所以选择成为魔法师，是因为一个未解之谜，秘而不宣的隐藏属性，这就是力。这一切都源自从巴伦口中得知。在回归之前，巴伦在醉酒后会向男人吐露心声，他最引以为傲的便是自身拥有一项特殊属性，是神力与魔力完美结合的奇迹，操纵时空的强大之力，属于双职业者的独特必有。当然，除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掌握，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拥有2种职业的人类。而力则蕴含着能够操控空间的力量，虽然巴伦一度以此力而名扬天下，现如今男人会成为第2个掌握力的人。尽管巴伦的力操控远未达到完美，但他仍可以稳坐世界第1的位置。若要改变地球的命运，这股力量是他不可或缺的钥匙，哪怕这意味着痛苦与挣扎。将神力与魔力同时集中在手上。与此同时，男人的双掌上漾起一道绚烂的红色光球，像是太初的星辰，在平静的气流中慢慢孕育着浩劫之力。他内心洋洋得意，以为即将迎来力量觉醒的伟大瞬间。霎时巨浪如脱缰野马，将他毫不留情地远远抛掷出去。他的身影在10数米外凄凉地落定，而这仅仅是第一次合力试验的代价。魔力之源早已耗尽如风中残烛，初次尝试的失败提醒了他，将2股能量聚敛于掌。然而命运常在险境中见真章，他灵机一动，捕捉到了新的可能性。即使不能将什么2股能量在掌心对峙，然而内蕴之力却不受此限。他汲取上丹田的灵气，引导它与中丹田的暗流共融，
最终通过下丹田的宁静之力稳固封存。如此方显力的晨曦序曲，只需轻轻一压即可。就在这时，红色烈焰喷薄而出，挣扎在统御三丹田之中的巨大能量，让整个房间的气压骤变。系统的告警如冬日寒风，超出了玩家的承受范围，凛凛逼人。生命如同一根绷紧到极限的琴弦，岌岌可危。凭两种属性的融合，便唤醒了世间独一无二的双职业天赋。若将所有属性融为一体，无疑将缔造出一个震撼乾坤的存在。就在男子试图主宰历史的关键时刻，窗口却传来了警示之声。与此同时，诗雅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异样，急匆匆地向着男子的房间奔去。丹田统一失败的结局，其实在预料之中。虽然男子曾试图以武力将其压缩，但合并丹田的条件严苛至极。他不仅需要熟练运用3种截然不同的能量，而且各项数值都必须达到100以上。若是贸然统一，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就在这时，诗雅猛地推开男人的房门。当他询问舅舅为何发出惨叫时，男子却以头疼为由敷衍过去。诗雅心头不禁升起担忧，害怕舅舅会遭遇不测。但在确认舅舅无事后，他表示将继续寻找银子女王的下落，随后便离开了房间。3个丹田的统一显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他缺乏经验与等级。然而这并无太大妨碍，毕竟他已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力量。虽然未能统一3个丹田，但他成功的将神力与魔力相融合，从而找到了3者之间维系的纽带。就在这时，男人察觉出了一丝异常，他发现合力的初始数值竟然达到了12，而且窗口还提示武力与魔力的数值是共享的。这意味着提升其中一个属性，另一个属性也会相应增强，真是太妙了。仅仅融合2种能力，便有如此神奇的效果。若是将3种能力融合，又将产生怎样的蜕变呢？尽管目前的他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但他已经得到了心仪的属性，是时候尝试施展魔法了。然而他似乎忘了自身魔力已然耗尽。画面一转，此刻的男人从梦中苏醒，而经过1晚上的吸收，神力提升至10点。如今他已经无法吸收 C 级以下的生物。与此同时，诗雅经过1夜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关于影子女王的一丝线索。有人通过视野天赋发现了新物种，并将影像上传至网络。画面中，一位黑暗精灵映入2人眼帘，她极有可能是影子女王。虽然获得了新的信息，但男人认为事情绝不会如此简单。诗雅表示明天将继续整理线索，连男人都对她的专业程度赞不绝口。然而望着破碎的相框，男人陷入了沉思。2天前，他们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剑王的新欢名叫水鹤，她拥有3S 级别的天赋，是一位美丽至极的女人。难道剑王是被这个女人的天赋所迷惑吗？当然，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男人叮嘱诗雅要小心这个女人，因为他们猜测水鹤的天赋可能是精神控制类型的。毕竟在剑王之前，曾有许多崛起的强者突然加入巨国。如果这项天赋没有次数限制，他可能会再次迷惑强大的玩家。从那天起，男人开始调查有关水鹤的信息，但一无所获。如果所言属实，他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开始行动了。想不到仅凭借剑王的战斗数据，竟然能够拍出超过50亿的天价。就在男人决定要提前防备巨国的时候，画面一转，今天迎来了前任剑王的拍卖盛会。此刻，男人和诗雅身穿得体的正装，向会场赶去。这时的诗雅显得十分不安，但男人却表示不用紧张，就像上次直播时一样就可以。我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根本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片刻之后，他们到达了会场。就在这时，一位看起来有些年纪的大叔拦住了他们。他表示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男人可以开始拍卖了。大叔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没想到男人居然提出要举办一场剑王的拍卖会。而此刻，他终于意识到男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巨国的注意。没错，男人从一开始就打算将剑王影视真的专属连接器以及他所有的战斗数据拍卖给巨国，而巨国一定会竭尽全力将其夺取。根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影视真一定不会亲自出现在拍卖会场上，因此现在正是让人们认清现实的绝佳时机。就连旁边的大叔都感到非常吃惊，他没想到男人竟然会有如此大的改变，这是他们能够改变舆论的最后机会。为此，男人叮嘱他一定要让记者们多多留意新卫队的位置。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争吵声，而诗雅一眼就认出这是他的姑姑和叔叔们。尽管他们极力劝阻诗雅不要拍卖剑王的物品，但他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想法。他们只是想利用剑王的名声来赚一把大的，然而他们根本无权干涉诗雅的行为。随后，男人径直走进了拍卖大会。画面一转，两人刚一走进会场，立刻遭到记者们的疯狂拍摄，而他只是轻轻抬起手指，下一秒，众多相机竟然同时爆裂开来。与此同时，男人站在台上开始讲话，宣布即将开始进行拍卖。这次拍卖一共准备了3件物品，首先是影视真专用的连接器，能够减轻游戏中99%的痛苦，并且包含着剑王的战斗数据。其次是影视真个人分析数据，最后还有对其他国家
高级玩家的调研数据。此刻，只见众人开始纷纷议论，他们可不想放弃其中任何一件物品，毕竟高级玩家的数据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就在这时，只见一只右手缓缓举起，他是来自倔国星卫队的武田和夫，他表示愿意用50亿的价格拍下这里的所有物品，以及与尹诗雅单独交谈的机会。然而男人却拒绝了。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请直接说出来吧，毕竟现在的气氛并不适合单独交谈。此刻的他显得有些为难，如果你继续敌对下去，后果将会很危险。作为影子保镖，虽然无法与剑王相媲美，但他绝对是位出色的玩家。男人对此感到十分好奇，这家伙难道在模仿尹世珍吗？这男人当众销毁了一堆碎纸，却意外引来了大公会的相互争夺。原因无他，他可是世上唯一一个拥有双重天赋的人。就在阴影之剑指向他的一刹那，下一秒一记重拳猛然挥出，当场将他打得措手不及。就在对方准备拔剑反击之际，男人却伸手阻止了他。毕竟这是一场全球直播，你大概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随意使用长剑吧？与此同时，一旁的武田和夫向男人表达了歉意，但必须事先声明，那高达50亿的购买款项，并包括与尹诗雅的独立交谈。而需要知道尹诗雅对此有何看法。作为剑王财产的继承人，所以这次拍卖大会的主人应该是尹诗雅才对，并且这次交谈涉及到剑王的事情，这个条件任谁也无法拒绝。然而诗雅却当场拒绝了，毕竟她对于父亲的消息毫无兴趣，觉得按照舅舅的话去做就可以了。尽管男人有些失望，但他仍然愿意花50亿买下这里的一切。随后他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里面是剑王写给尹诗雅的最后一封信。望着剑王的书信，此刻的尹诗雅陷入了沉思，他望着剑王的信封。与此同时，武田和夫催促男人赶快签订合同，而这时的男人却是陷入了两难。在武田和夫回归之前，他是一个被爱国禁止进入国内的人，因为他擅长招揽其他国家的玩家，所以他也被人们称为倔国的灾难，这可能与水鹤有关。为此，男人必须增加警惕，但眼前的情况并不好。如果剑王的东西就这样被倔国拿走，肯定会引起众人不满。就在这时，诗雅的发言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剑王听说他捐赠了剑王宫，虽然他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但那是他留给他的最后财产。为此，他希望他能好好利用，而且他们之间的父女关系就此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看起来这确实是他的笔记。而男人陷入了沉思，他觉得那个女人的能力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尽管他很讨厌尹世珍，但他至少是一个合格和可靠的父亲，很难相信他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抛弃自己的女儿。突然间，诗雅撕碎了那封信，并让武田和夫告诉剑王，他非常高兴能够断绝父女关系。正在苦恼如何处理撕碎的纸片时，他轻而易举地将纸片凝聚在空中，然后紧握拳头。下一秒，火焰顷刻间将碎纸燃烧殆尽，众人对此瞠目结舌。他不仅拥有战士的技能，甚至还具备魔力和神力，就连武田和夫都表现出极度兴奋，认为他是倔国所需的人才。而下一秒，众人纷纷向男人涌来，他们都希望他能加入其工会。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男子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诗雅突然昏倒在地，这让场面变得更加混乱，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面前摆放着价值50多亿的支票，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将其毁掉。他不想被卷入国家治理这场纷争。当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此刻的诗雅突然倒在地上，男人急忙上前询问她的情况，可她却淡定地说自己只是在演戏，这样可以帮助舅舅脱身。确认诗雅并没有受伤后，男人终于松了口气。他随即宣布今天的拍卖会因为侄女身体不适而结束，紧接着扶着诗雅朝门外走去。就在这时，武田和夫向他道歉，并希望能有机会好好交谈。下一秒，男人手中的卡片竟然突然碎裂，而这便是他的回答。然而武田和夫却兴奋异常，因为他相信男人展示的力量非常强大。尽管他现在只是个青铜玩家，但他相信不久的将来，男人一定会成为最强大的存在。有了诗雅的帮助，两人很快逃离了会场。就在这时，前方传来提示，武田和夫捐赠了1万点 GP， 他竟然还在捐赠，这家伙真是无可救药啊！与此同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们，只见李海岩和林佳音朝他们走来，随后向男人自我介绍，他是工会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海岩，很高兴见到男人。可男人却只觉得他无比眼熟，无论是他的举止还是充满自信的态度，都让男人感觉很熟悉。就在这时，李海岩的一个动作让男人愣住了，这个人他肯定认识。紧接着，男人开口喃喃道：当这个世界充满潜力时，那么将很难无视他。这句话出自陀恩妥耶夫斯基，虽然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个出了名的赌徒。你很喜欢这句话，对吧？此时林佳音挡在他的身前，大声质问：你怎么知道小姐的座右铭？看起来猜对了，他在前世是巴伦威廉姆斯的经纪人 Zero。虽然他总是酗酒，但拥有特殊天赋的他成为了第2工会的会长。
培养原本只能作用在经验 buff 上，但随着新手教程的结束，技能作用的范围扩大到所有领域。在所有拥有培养天赋的玩家中 ，Zero 是最强大的存在。从梅花剑到 Zero， 看来分歧者工会确实强大。与此同时，李海岩轻咳两声，结束了玩笑话。他邀请男人成为分歧者工会的一员，工会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建议找个时间详谈。李海岩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就是擅长控制男人，让他们为他所倾倒。然而下一秒，男人却表示自己早就忘记了号码。一瞬间，众人呆愣在原地。施雅误以为舅舅是在欲擒故纵，于是便与舅舅打起了配合。侄女看起来不太舒服，于是决定先行离开。不过她可以拿走一张名片，表示以后如果需要可以联系他，然后便转身离开了。而林佳音此刻却忍不住颤抖，她捂着嘴，竭力忍住笑，这实在太难了。而只花了1点 GP 买下的巨剑，居然是传说中的 C 级圣剑。它因为自身的沉重而价格便宜，但奇怪的是，男人似乎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不久前的拍卖大会刚过去，男人再次来到江南青铜联赛，这次的任务是防守。此刻的他却显得有些疲惫不堪，因为诗雅误解男人喜欢李海岩，认为自己搞砸了一切。事实并非如此，但男人却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他从未想过，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再次见到了 Zero。在回归前，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赌徒。但因为与 Zero 有着共同的遭遇，他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近。虽然他喜欢在闲暇时期对足球下注，但至今他却从未赢过一场。他从来不对球员的天赋进行分析，他脸上的伤疤却引起了男人的好奇。难道他从没想过要将其消除吗？他对此表示肯定，毕竟这是与恶魔交易的代价。随后，他不禁问男人，为什么他现在才变得强大？如果男人早些时候就如此强大， H 国就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他的朋友也不会因此丧命。两人除了都来自 H 国，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为能保护重要的人而带来的负罪感，以及对自己懦弱的厌恶。与此同时，网友们似乎发现男人有些许不同，因为他紧紧握着一把巨剑。这把 C 级圣剑乌鲁克什冠的斩马刀价格非常便宜，这是因为自身沉重而导致的。不过对男人来说，这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伴随着男人的一阵挥舞，此刻的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重量。就在这时，网友们纷纷开始提出要看男人的状态窗口。随着订阅数量不断增加，这样的要求在未来估计会变得更加常见。然而，目前的男人还未达到完成与订阅相关的成就，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当订阅人数达到20万后，他将公开自己的状态窗口，或者满足另一个条件。如果在以后的比赛中他没能拿到第1名，他将当场公开自己的状态窗口。与此同时，只见3道蓝光降临到男人身旁，让他十分惊讶，为何3人会同时登场？金色流光，以及不知名的法师，还有迭戈马希德。这是男人第一次见到迭戈马希德本人。回想起之前，他曾是一名顶级球员，男人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自己是治疗师，而这里已经有战士和法师了，所以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弓箭手。然而他明明记得，在回归之前他是一名魔法师，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与此同时，旁边的魔法师已经对男人怨恨入骨，因为之前的事件使他失去了珍贵的技能。就在这时，收到了窗口提示，剑王家族发布了一项任务：摧毁水晶，阻止程志汉获得第1名，奖励5万 GP。人的比赛都是在竭力捍卫水晶，可他却亲手将其摧毁，他却未曾察觉，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动到了男人的底线。就在魔法师接下这个任务的那一刻，此刻比赛开始的信号响起，只见马希德率先踢出足球开始了进攻。与此同时示意男人施加增益性的 buff， 虽然之前因魔力不足无法施展，但现在他可以了。随着他的吟唱，魔法的力量弥漫开来，所有人的属性都得到了提升。就在这时，男人向法师询问，这次你会认真玩游戏吗？语气中透露着警告，如果不听从男人的话，就会被丢到塔下，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之后男人从高塔上一跃而下，众人还在惊愕之际，此刻的法师已经无法忍受内心的愤怒，这次他倒要好好的看看他能够坚持多久。与此同时，面对眼前众多的敌人，男人使用的是强大的火焰魔法，这是觉醒了力属性之后的魔法，所以即使是面对这群敌人，也根本不在话下。伴随着一股魔力倾泻，一瞬间，所有的敌人便当场置身于蓝色火焰之中。紧接着他挥舞着巨剑，如同战神降世，下一秒敌人瞬间被他消灭，所有人都对他感到不可思议。他是谁？究竟何方神圣？就在这时，一只血狮向他扑来，但他却动弹不得，呆愣在原地。男人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因为他掌控着强大的空间能力，绝对领域，如同绝对的掌控，任何进入领域的生物都无法逃脱他的掌控。他懂得这份力量，因为巴伦·威廉姆斯曾与他一同训练，在与其训练的过程中，男人也慢慢理解了力的能力。随后他将火焰附着在巨剑上，用力一挥，杀内剑，凶猛的蓝色火焰席卷整片大地。拥有3种属性的男人，在青铜联赛中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他决定要完成斩杀1000敌人的任务。他的身影在怪物群中穿梭，男人的眼中只有任务，甚至连一旁观看的2人也都惊讶不已。这家伙实在强得太过分了。此时有网友发现了金龟鹤的异常，于是示意金色流光将镜头对准他，但下一秒
他愣住了，因为金龟鹤正使用着火焰魔法向水晶走去。随后他愤怒地向男人责骂，不仅嘲讽他无父无母，甚至将诗雅也一并拖下水。这下的男人再也无法忍受，他瞪大了眼睛，心中燃起无尽的愤怒。这家伙是在找死吗？只不过是想摧毁自己的水晶，却没想到遭到了队友的恶意攻击。就在金龟鹤接下任务后，他立刻开始嘲讽男人，甚至将无辜的诗雅也牵连进来。而男人心中清楚，这家伙的过激反应一定是受到了别人的煽动。虽然他并不在乎别人的侮辱，但这家伙居然敢提到诗雅。在刚回归再次见到诗雅的那一刻，男人想起了那段痛苦的经历。诗雅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为了掩饰剑王家族对他造成的伤害，全身缠满绷带倒在了男人怀里。但此刻的他早已冰冷无温，这是男人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可他却无法改变。所以当他再次回归时，他发誓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他会守护诗雅的一切为他而战。在获得力属性时，他就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那便是他可以运用无名神功。虽然因为武力值未达到30，所以他只能模仿他。他确实感受到了与无名神功相似的气息，瞬间男人进入了状态。此刻的他正在想象电流从脚底涌出，下一秒无数道电流从他身边爆发而出，他化身闪电，这就是能破天际的不法闪电雷捕。就在金龟鹤准备摧毁水晶的那一刻，金色流光的出现阻止了一切。虽然示意他不要多管闲事，但为了增加订阅人数，金色流光决定出手。下一秒，金龟鹤已经凝聚出一个巨大的火球，直奔水晶而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颗足球挡住了他的进攻。原来是迭戈马西德，他厌恶破坏比赛的行为，更讨厌侮辱队友的人。这时的金龟鹤愤怒至极，但下一秒，男人已经瞬间出现在他身后。看起来你有很多话要说。此刻的他早已被吓破了胆，就在他想开口说话时，却发现自己无法开口，因为男人早已封住了他的嘴巴。而男人本想一开始就制服他，但他改变了主意，毕竟连接器可以减少大量的痛感，就算阵亡也不过是等级下降而已，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常识。但从现在开始，男人将告诉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随后只见男人向金龟鹤伸出右手，而此刻的金龟鹤已经失去了所有技能。虽然他不想因此降低等级，但看起来他好像把男人惹恼了。下一秒，一股强烈的痛感瞬间弥漫全身，让他疼得无法出声。怎么这就已经喊疼了？我还没开始呢。男人在队友的痛苦中找到快感，而这竟是游戏中的一个漏洞，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到100%的痛苦。他猛力地施展出手中的技能，此刻使金龟鹤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通常情况下，使用连接器进行战斗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应。马西德提醒他注意男人手上的东西，他一直都在给金龟鹤治疗，这难道是副作用吗？这就像一个漏洞，在自身处于异常状态时，持续治疗会产生过载反应，使自身绕过连接器，承受100%的伤害。男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让他好奇不已。这种伤人技能只有精通武术的人才能做到，将自身的能量注入敌人体内，达到撕裂肌肉和打碎骨头的效果。而金龟鹤还没有弄清楚连接器失效的原因，下一秒就被男人一剑击杀，然后传来了金龟鹤阵亡的消息。与此同时，男人朝着复活地点看去，就连金色流光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知所措。画面一转，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求饶，前方就传来了他阵亡的消息，看起来下次需要调整力量。下一秒，只见金龟鹤再次复活过来，而这时的男人正朝着他缓缓走去。你这个家伙，就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时前方传来诗雅向男人赞助1万 GP 的提示，此刻的他希望舅舅能够停下来，因为比赛才是现在最重要的。男人经过片刻的沉思后，决定就此结束对他的惩罚，但他想知道是谁给了他勇气这么做。金龟鹤早已被吓得不知所措，将所有信息全盘托出，是一个名叫剑王898家族的人发布的任务，完成摧毁水晶的任务能得到5万 GP 的奖励。男人觉得奇怪，一个正常人不可能花费5万 GP 来发布任务，所以他很可能是一个团体。随后男人一把抓起金龟鹤，你应该感谢诗雅让你免去了惩罚，然后把他扔到了高塔之外。玩家金龟鹤阵亡，他已被本场比赛淘汰。而接下来男人要专心完成任务，毕竟如果没有发生这种事，他早就完成了任务。而当他查看自己的状态窗口时，发现任务早已完成。难道是跳跃时产生闪电造成的吗？闪电将附近所有的敌人消灭，看来是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造成了这一切。归根结底，使用的并不是无名神功，这可真是太惭愧了，看来还需要好好修炼一番。随后男人向马西德表示感谢，感激其保护了水晶，表示自己一定会还他这个人情的，但他还有些话需要与他私下交谈。就在这时，比赛场内突然发生剧烈震动，正当男人对此感到疑惑之时，只见一只巨手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黄金级 BOSS 面前，众人束手无策。一个青铜级英雄已挥剑将其斩落马下，众人还为他的胜利欢呼时，下一秒一只巨手突然出现在眼前，带来的压迫感让众人毛骨悚然。只见怪物嘶吼着，
他竟然在吞噬丧尸，同时口中吐出几团泥巴，下一秒泥巴中居然生成了新的怪物。这不是普通的怪物，而是黄金联赛才会出现的。它能够将肉体解体并组合成新的怪物，它便是肉魔像。大家纷纷猜测是因为特殊任务的原因才出现了肉魔像。男人一脸疑惑时，突然听到了一个提示：你已完成防御10座高塔的任务，又增加了一个额外任务，阻止肉魔像。竟然在青铜联赛中出现了额外任务，这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阻止毁灭之徒黑手所制造的肉魔像军团，利用水晶的祝福可以缩短与敌人力量上的差距。他们对于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感到惊讶，但男人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为他知道完成这个任务后，除了成就点数，还有额外的奖励。这个任务无疑是个史诗级别的挑战。就在众人讨论如何消灭这些怪物时，男人挺身而出，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向肉魔像，手持圣剑独自面对肉魔像，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男人冷静分析着肉魔像的弱点，他知道要击败拥有不死之身的肉魔像，必须先摧毁它的核心。与此同时，男人一声低喝，两位靠边站。下一瞬，身影如闪电划破长空，冲向怪物。当他们还在惊愕之际，地上已留下了一个深陷的脚印。男人手中的圣剑缓缓举起，融合了无名神功的力量，天地人3才5级的力量汇聚而成，犹如泰山压顶般威猛。一道强大的斩击迎面而降，肉魔像应声倒地。玩家程志汉成功击杀了肉魔像，第4座塔的任务圆满完成。就在男人挥剑斩杀肉魔像的同时，金色流光感受到了复杂的情绪波动，恐惧、绝望、期待和渴望，所有情绪交织在一起，最终化为了尊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他深信这个男人未来必定会成为顶级玩家，而他渴望记录下关于这个男人的一切。就在此时，男人瞬间来到他们面前。从现在开始，他与马希德的缘分就此展开。而其他队伍则在惊恐中被怪物一一击杀，赛场上的对手瞬间消失殆尽，男人等人成为了场上唯一的幸存者。显然，这次任务奖励相当丰厚，经验值和 GP 获得了3倍奖励。任务完成后，男人向马希德表示，下次有空一定要交流一番。只因男人想告诉他关于天赋的事情，马希德虽然一脸疑惑，但也没有多问。男人只是告诉他，这与魔法有关，具体的等以后再说。难道他是要我转职为法师？虽然心中疑惑，但考虑到男人的强大实力，或许有适合他的职业也说不定。随后，两人约定有机会再详谈。虽然金色流光也表示想加入他们，但男人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接着他转身离开了这里。画面切换，男人获得了任务奖励，并收到了下一个任务提示：额外任务门徒的踪迹1将在白银联赛中开放。然而尽管得到了水晶碎片，男人却感到有些失望。水晶中的神圣祝福是圣人才能使用的高级技能，能将所有能力提升 50%， 这是顶级联赛中必备的技能，但在顶级联赛中却无法使用。此时男人的等级已升至13级，虽然距离参加白银联赛还需要再提升12级，但他的属性已经无人能敌。正当他陷入困惑之际，身边的圣剑突然产生共鸣，随后神力涌入男人体内。然而奇怪的是，男人的自身属性并没有提升。这时圣剑发出警告，无法承受注入的力量，设备将被摧毁。看起来刚刚注入的3股能量已经失控了，而为了防止出现更糟糕的后果，男人必须将这股能量重新吸收回体内，以防万一。另一边，武田和夫正在抱怨计划再次失败。他正是发布任务的剑王家族898，原本想借此机会查看男人的状态窗口，可惜未能如愿。如果能够一次成功就好了。看来最近都要低调一些了。武田和夫知道男人是难得一见的人才，但他的上级只会根据事实做出决定。想要招揽男人，就必须得到他的状态窗口，并通过窗口提供的信息来证明他的价值。看来是时候采取特殊手段了，就像对待剑王那样。并收到了50亿的转账，却只能驾驶着破旧的小车驶向学校，甚至因此引发了麻烦。在能量失控之后，男子果断地将其吸收。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平息了这股能量。与此同时，前方传来武力增加1点的提示，如今他的武力值已经达到了18。然而，由于武力值超过了17，他只能从A级以上的圣物中吸取神力，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因为A级圣物的价值实在太高，看来近期都别想提升神力了。就在男子这么想的时候，诗雅却告诉他已经收到了50亿的转账。但你怎么会是这副模样？尽管他声称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但诗雅并不相信他的说法，随后便要为他处理伤口，可真是拿你毫无办法。画面一转，在一家烤肉店内，两人共进美食，这是男子归来的第一餐，而对诗雅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践行宴，因为他即将回到学校。毕竟身为学生会会长，如果老师不在，影响会很不好。他即将接受天赋测试，这个关键时刻可不能错过。而这时的他才想起8月22日是尹诗雅的18岁生日，同时也是他接受祝福、揭开天赋之谜的日子。虽然他希望获得一个优秀的天赋，以改变那些糟糕的局面，但最终他只获得了 F 级天赋。在那一刻，一直坚强的诗雅终于崩溃。如果就这么告诉他的话，他肯定会非常失望。男子只能循序渐进地降低他的期望。不过是从明天开始要回学校吗？诗雅对此表示肯定。那么从明天起，
他将开车护送诗雅上学。尽管诗雅对舅舅的做法感到有些疑惑，但最终他还是答应了。画面一转，此刻的两人呆滞地站在原地，因为地下车库竟然空空如也。曾经停满超级跑车的地方，现在却荒废一片。他们突然想起，难道那些车都被处理掉了？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男子注意到一辆破旧的小车，而这是诗雅母亲的小车。因为那些人无权处理这辆车，随后男子立刻发动了小车。虽然车子有些年头了，但还能凑合开。片刻之后，他们抵达了战网学院。而在这时，一个壮汉凶神恶煞地朝他们吼道：“赶紧把车挪开！”尽管男子知道这破车肯定会引人注目，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人发现了。他打开车门，走下小车，说话要注意分寸，表明自己是学生的家长。就在这时，旁边的两人发现眼前的人居然是程志汉，随即他们拍下照片并传到网上，一瞬间便引起了众多网友热议。另一边，李海岩向林佳英下达指令，他们要前往战网学院，随后开始精心化妆打扮起来。只因上次程志汉拒绝了他的邀请，这回他一定要找回面子。程志汉，你给我等着吧！身影突然出现在比赛场上，却犹如一颗炸雷，引起了所有人的颤抖。只因他曾经独自击败了黄金级别的怪物，如今他再次出现，简直就是对其他参赛者的降维打击。就在他和一个块头巨大的男人即将发生冲突时，下一刻他毫不留情的一拳朝着男人的脸打去。众人震惊的看着那硕大的拳头，瞬间停在了男人的鼻子前。男人本来还想挣扎一番，却发现自己连嘴巴都无法张开。只见其男人轻轻一挥手，对方便应声倒地。他训斥着对方，身为学生的家属竟然如此粗鲁，即使无法树立好榜样，也不能展现出这么粗鲁的一面。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喊住了尹诗雅，竟然是他的同学金希珠。看起来他们的关系还不错，可当看到诗雅乘坐的破旧小车，他表示放学后亲自接送她回家。男人看着他们，心中疑惑，诗雅有这么要好的朋友吗？他感觉有些奇怪。这时李海岩等人来到现场，却发现程志汉已经离开。此刻他正在远处骂骂咧咧，表达心中的不满，因为他害怕程志汉会加入其他工会。这时前方传来了程志汉参加比赛的直播画面，他立刻有了主意，决定时刻关注他。画面一转，程志汉紧握右拳，下一秒他一拳就将对手击飞，紧接着他甩出了一记右边腿，然后开始凝聚能量，施展无名神功，展现天雷步法。下一秒，一道闪电从人群中闪过，男人顿时将在场的敌人全部消灭。看起来他越来越熟练地掌握这股力量。就在此刻，一侧的两人忽然热烈地讨论起来，那不是程志汉吗？传说在青铜联赛中，他独自击败了黄金级别的肉魔想，遇到这种家伙，这种战绩在青铜联赛中无异于晴天霹雳。比赛结束的铃声响起，男人再次荣膺第一。由于连续5次夺冠，他的经验和 GP 值暴增200%，等级升至15级。游戏中的地牢也随之解锁，他心中暗喜，没想到这么快就解锁了地牢。地牢是达到15级后开放的副本，里面不仅有激烈的战斗，还需要应对各种陷阱、迷宫和谜题。然而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地牢的挑战需要团队合作。如今觊觎他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在地牢里被当作目标，那可就麻烦了。他曾想过加入工会，但又担心以后想退出就没那么容易。现在他只能耐心等待，达到银色等级时，就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工会了。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就敢于豪赌自己的人生，因为他坚信李海岩就是那个神秘的 Zero。现在他需要确认自己的天赋是否发生了改变。在完成青铜联赛后的此刻，他与尹诗雅一起享用早餐。然而让诗雅惊讶的是，舅舅居然是厨艺高手，这得益于男人之前每天坚持下厨的习惯。话题一转，你打算一直坐你朋友的车回家吗？诗雅对此给出了否定答案，因为她热情过度，让诗雅有些吃不消。从上车开始，他就开始关心起诗雅的生活琐事，这让诗雅觉得有些困扰，而且她觉得母亲的小车异常温馨，甚至让男人也有了同样的感觉。画面一转，男人驱车来到战网学院，没想到李海岩等人早已在此等待多时，他们的表情有些严肃。当他询问他们为何出现在这里时，他们只是说提前来了。尹诗雅聪明地表示自己要去上学，现在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了吗？程志汉。不久，两人来到了户外，周围有很多人围观，男人有些不适应。李海岩开始谈起正题。程志汉作为他追逐的第一个男人，他为程志汉精心设计方案，白金级合约。闻此，周围的人顿时觉得自己的工会没戏了，因为他一上来就打出了王牌，连男人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没想到他准备得如此充分，而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方案，是为了向程志汉表达自己的心意。听闻林佳英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无论是对付其他工会，还是拿下程志汉。而在这时，男人表情惊讶，因为李海岩身上的香味与 Zero 一模一样。这下子他终于确定林海岩就是 Zero， 但是他很好奇自己的天赋是否受到了影响。此时他突然想起自己不能只是付出，没有任何回报，于是他向男人索要号码。然而男人回应说不妨打个赌，因为他已经达到15级，
他的第一个副本将是地牢，而此刻的两人却表现得一脸震惊。没想到他如此快地解锁了地牢，那么赌注是什么呢？如果在地牢中他不能获得第一名，那么他将加入分歧者工会，并将他的号码交出。你铁定要自己独自攻略地牢吗？这样会有很多人盯上你，这样一试也不是不值得吧？那么我要下什么赌注呢？如果他赢了，他将要查看李海岩的状态窗口，确认他的天赋是否发生了变化。培养只是一个经验，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天赋。不过从他的表情来看，似乎天赋并没有改变，但他仍然需要亲自验证。一旦双方确定赌注，男人立刻进入了战网，他将很快结束这一切。蓝光一闪，地牢的游戏开始了。这次他将面对的是统治者的坟墓。击败了守卫中的最低阶者，却引发了众人的惊叹，因为他展示出的实力远超出了青铜选手的范畴。就在他步入战网之时，接收到了本次副本的难度提示：统治者的坟墓，难度极高。这个副本中怪物的种类繁多，但并没有复杂的迷宫和陷阱。然而，它的难度之所以被评为高，是因为要想成功攻略这个副本，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坚持到最后，因此拥有一支合适的队伍变得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随着游戏开始的提示音响起，此刻男人的眼前出现了3位队友，他们不仅装备精良，还来自同一个工会——黑鹰工会。看到队友是程志汉，都热情洋溢，仿佛看到了夺冠的曙光。男人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主动请缨担任开路先锋。虽然队友们心有忧虑，但他自信满满地告诉他们，无需担忧，幸好这次没有兽人，否则清理道路会让他感到无比头疼。他们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开始攻略。按照地图的指引，男人等人迅速抵达了副本的地下一层。一大波守卫从地面缓缓升起，令人措手不及。就在众人还在愣神之际，坟墓的守卫已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原本打算用魔法开路，却被男人及时制止。他信心满满地告诉队友们，只需紧随其后，一切自有他应付。话音刚落，守卫们便纷纷向男人发起了攻击。他如同一只猎豹，灵动的身影规避着所有伤害。紧接着，他挥出一拳，将眼前的守卫瞬间击破。随后，他如影随形，一路清理守卫，畅通无阻。而通往统治者坟墓的道路共有10条，每条道路都有一个小队正在清理。所有的道路最终都通向地下7层，也就是 BOSS 的房间。此刻，程志汉正以强大的实力处于第1的位置。他们所在的队伍很快来到了地下3层，就连在场的众人也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拥有强大防御的守卫在男人面前就如同沙子般不堪一击。此时，武田和夫竟然向男人捐赠了1万 GP， 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企图？看起来他正在不惜一切代价拉拢男人。当网友们询问男人是否打算离开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并无此意，并阻止了武田和夫的发言。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攻略了地下3层。队友们对此感到抱歉，因为他们并没有派上用场。如果能够一直和男人合作下去就好了。就是这句话让男人瞬间警觉。他们继续前行，来到了地下4层。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条直线，地面和墙上的洞口显示出这里隐藏着无数陷阱。看起来所有的陷阱都集中在这一层。男人表示，在这里他可以加快速度，依然是由他带队。就在他正缓缓朝着里面走去时，此刻众人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因为剑王家族787发布了一项任务，完成任务的人可以获得10亿报酬。此刻，武田和夫正悠闲地观看着直播画面，心中暗自得意。程志汉，你该如何应对呢？你所发布的任务已经被许多人接下，但他们绝不会露出痕迹，这意味着从行动开始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失败。这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中，众人纷纷举起兵器，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因为他们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只要阻止程志汉获得第1，就能获得10亿的巨额酬劳。就在男人开始行动的瞬间，数支弓箭迎面射来，法师正欲释放魔法抵挡，男人却示意他无需动手。他抬手一挥，所有弓箭瞬间被制止在空中，这正是他拥有力属性的绝对领域。众人皆是一脸震惊，纷纷猜测这究竟是什么力量。这时，法师注意到队伍中落后的2人，他们正拿着兵器对准自己，难道他们是想自我消灭吗？闻此，男人立即转身。就在法师释放魔法阻止的瞬间，下一秒，就见通道中猛然出现一道闪电。等众人回过神来，男人已经一拳打掉了他们手中的兵器。紧接着，他再一挥手，2人被一股无形之力压倒在地，危险解除，游戏得以继续。幸好男人及时阻止了这一切，而这时的2人却开始互相埋怨起来。你难道也接下那个任务了？闭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与此同时，男人也明白了他们行动的原因。看来他们都接下了同一个任务，只要有人死亡，游戏就会立即结束。他感到十分抱歉，作为工会的成员，觉得颜面无存。但男人却告诉他，无需道歉，因为黑鹰工会的成员也都接下了任务。至于程志汉到底是如何得知的，这一切都要从金色流光说起。从比赛开始，他就一直密切关注着每个人的举动。那天，他注意到剑王家族987号发布了一个特殊任务，完成自我消灭即可获得10亿报酬。于是他选择通过捐赠的方式将此事告知了男人。
虽然捐赠了1000万 GP 令他有些肉痛，但作为程志汉的忠实粉丝，这点损失不算什么。随着男人挥动手指，下一秒法师应声倒地，他忍不住感叹那个家伙就算再狠，花费10亿完成一个任务也实在太过奢侈。要知道，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这样，看来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工会或特定势力支持。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男人决定更改之前的承诺，将订阅人数提高到100万人，同时保持每场比赛获得第1的承诺不变。从他的表情中不难看出，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现在他不用担心订阅人数过快达到上限了，这下子他终于可以不用担心这些。随后，男人将众人绑在一起，带领他们继续挑战下一层。画面一转，只见众人的表情纷纷变得震惊，因为他们发现源源不断的守卫正从4面8方涌来。只是轻轻握紧拳头，便打破了一切阻碍，如同传说中的绝对领域。这是一个完全由他主宰的天地。就在他带领众人迈向下一层时，他们的质疑声此起彼伏。这家伙真的跟我们是同一个级别吗？难以置信，这个人竟与他们并肩作战。尽管他们的行动被程志汉制止，但他们的不满情绪仍旧如鲠在喉，心中依然愤懑不平。然而下一秒，男人在其身上快速点击了几下，他便无力地倒在地上，惊愕不已。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点穴之术？那可是成为顶尖武者才能掌握的技艺。他不是治疗师吗？为何能如此神乎其技？正当他想起程志汉对侄女之事异常敏感时，又被他阻止发言。你就好好闭上嘴吧。随后，众人被他带领着走向下一层。画面一转，程志汉等人抵达地下6层，面对众多守卫的围攻，他略显惊讶，这个数量远超他的预料。恍神间，守卫已发起攻击，男人瞬间挥出一剑进行抵挡，并将众人置至后方。紧接着一道身影闪过，众多守卫在顷刻间如风卷残云般被消灭。与此同时，地下坟墓剧烈震动，只见铺天盖地的守卫正朝着男人缓缓靠近，眼中金光闪烁。这些家伙与之前的守卫完全不同。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任务提示：消灭所有守卫，奖励1000成就点数。这可真是太棒了。随后，只见男人抬手，瞬间为众人施加了一层盾牌，紧接着举起手中的长剑，朝着盾牌进行敲打。只因增加了力属性，才能使盾牌更为坚固。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们了。下一秒，只见男人瞬间释放出绝对领域，他对于这种能力已操控的得心应手。领域内的敌人行动缓慢，他只需几目便能将他们瞬间击败，这就是他所支配的空间。难以想象，巴伦使用它居然只是为了强化魔力。这时的男人举起手中长剑，瞬间剑气如龙卷风般肆虐，提示音在耳边响起：你已完成特殊任务。男人仅凭一跪，打通了地下7层的封锁，轻松开启了回归的通道。在男人单枪匹马通关地下6层之后，此刻他们来到了地下7层，直面最终的 BOSS 呢喃道：欢迎你们的到来，掠夺者。黄金注定会被夺取，我会满足你们的一切欲望，将给予你们一切所需之物。地下7层的通关条件便是向 BOSS 行跪拜致礼，并且全体队员必须参与。紧接着4道白光闪现，他们需要在白光中跪拜致敬。只见男人抬手间解开了他们的束缚，瞬间男人突然睁开双眼，随后众人如被风吹起，向前飘去。而这是因为男人的武力直达18，导致绝对领域的力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 ，BOSS 下令，程志汉便控制众人再次跪下。BOSS 满意的看着他们，这下应该结束了吧？面对众人的跪拜，此刻 BOSS 表现得非常满意。随后 ，BOSS 打开了回归的通道。虽然他们失去了100亿的报酬，但是取得了比赛第1，算是不错的成绩。旁边的魔法师对此感到奇怪，为何程志汉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不知道，程志汉刚刚接受了特殊任务，这个任务要求向统治者表达真正的敬意，可获得5000成就点数和统治者的剑。5000成就已经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奖励了，更是没想到还有统治者的剑。面对这个真正的敬意，男人对魔法师心生了一些念头。就在他茫然时，男人抬起手将魔法师吸附在手上。掠夺者之王，这才是我对你真正的敬意。随后将魔法师突然扔了出去，伴随着他触碰战马的瞬间，前方传来了玩家死亡的信息提示。就在众人一脸疑惑， BOSS 对此颇感兴趣。掠夺者之王指的难道是我？当然，这是我对你最真诚的尊重。除了黄金，我想要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你手中的剑，统治者之剑。只有从 BOSS 手中夺过来，才能体现真正的尊重，同时也是完成特殊任务的唯一途径。BOSS 听后觉得颇为有趣，称赞男人大胆的举动。我会将我的宝物赐予你，因为你对我表达了最真诚的尊重。带着感激之情，我会接受这份馈赠。来吧，接住我的凤凰之剑。男子轻轻挥舞着长剑，仿佛挥洒出一道绚烂的流星，却让 BOSS 瞬间瞠目结舌。只一击，他竟毫不费力地摧毁了 BOSS 手中的神器。就在 BOSS 准备交出凤凰之剑的瞬间，男子已稳稳地接下了这把传世神兵。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炽热的气浪，高温让他们瞬间自燃，形势陡然恶化。他们的生死无关紧要，但男子心中清楚，若他们死去，手中的兵器也将随之消失。因此，他必须在生死关头解决这场危机。此刻，高温瞬间融化了满地的金币，连队友也无力救援，纷纷抬走了2人。男子意识到，他无法接下这把凤凰之剑，唯一的突破口
就只剩下他手里的那把长弓。他在射出弓箭之前，必须先摧毁它。在遥远的过去，一位迷路的人遇到了一位圣人，圣人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从而开创了人间的三才武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准和超高速的突刺。男子眼见局势危急，猛然刺出一剑 ，BOSS 立刻做出了反应，下一秒，一招仙人指路袭去，瞬间摧毁了他的长弓，连 BOSS 也惊叹不已。你叫做什么名字？男人表示自己叫做程志汉，你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战士。紧接着，他将凤凰之剑授予男人，你给了我足够的尊重，这把凤凰之剑就赐予你吧。掠夺者程志汉，我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随后，只见 BOSS 缓缓消散在了空中。紧接着，经过一番测试，男人发现这玩意用的还挺顺手，只要将后面的羽毛去掉，就能当成长矛使用。与此同时，网友们正在议论纷纷，因为就算是慢放镜头下，他们也没看出男人到底做了什么，而这是必然的结果。仙人指路不仅速度之快，更像剑气一样无法捕捉。我是越来越擅长使用无名神功了，虽然初次使用不太适应，且消耗了大量力量，但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使用起它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他期待着未来将彻底掌握这门神功。与此同时，男子顺利通过了地下7层测试，他转眼看向剩下的队员，眼中闪过一丝果断。此刻，男人手中的长矛迅速转动，队友们在死亡的恐惧中无处躲藏。只见一道身影晃过，紧接着前方传来了队员阵亡的提示。只是从青铜副本中带回了一把兵器，却让众人畏惧阵战。男人征服了地下7层之后，此刻手持凤凰之剑，踏着胜利的荣耀重返地球。众人惊讶的无言以对，因为谁也无法想象这把剑竟出自青铜副本。你一定观看了直播吧？我再次荣膺第一。那么按照约定，你得让我看看你的状态窗口。但在那之前，他要求男人放下手中的长枪，因为那把枪蕴含着惊人的力量。画面一转，李海岩展示了自己的状态窗口，男子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正如预期，李海岩的天赋是培养，然而他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天赋，毕竟为了得到它，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甚至觉得自己就不该去那个学院，但结果只得到了一个看似无用的培养天赋。此刻，男子露出一抹微笑，显得十分开心。他掏出手机，希望李海岩能给他留个号码。李海岩疑惑不解，但还是输入了自己的号码。不过之前的名片上不是有我的号码吗？那种东西早就弄丢了。而他对于男人的举动表示非常不解，难道他是对培养天赋有兴趣吗？随后他便在手机上输下了自己的号码，紧接着便转身离开了这里。画面一转，众人正在观看男子的通关记录。诗雅，你的舅舅真是越来越强大了。一旁的金希珠似乎有些不高兴，但想想几个月前，男子还是一副落魄的样子，如今的变化实在太大。与此同时，一旁的金希珠提醒着诗雅，你的18岁生日即将到来，那也是你获得天赋的日子。同学们开始猜测，诗雅至少能获得 S 级别的天赋，毕竟他的父亲是3S 级别天赋的剑王，母亲是双 S 级的圣女，而最近活跃的舅舅天赋至少也是 S 级别的。但诗雅认为天赋和血缘并无关系。尽管如此，他对自己觉醒天赋的事实还是有些紧张。但一旁的西珠却对其表示不用担心，到时候他会送诗雅一份礼物，让他一定要接受。镜头另一边，一名学员突然倒地，剑王以强大的实力瞬间击倒了几人。数据显示，剑王比以往更加强大，他的各项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他们无比期待剑王在新卫队的第一场比赛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颗再寻常不过的足球，犹如命运无意间抛下的种子，却在一个人的心中埋下了强者的梦想，孕育出无与伦比的法师之魂。就在程之汉赢下对赌协议后，此刻李海岩却陷入了烦恼的漩涡，因为他的父亲催促他尽快成婚。然而他对包办婚姻并无兴趣，本以为相亲对象会是新卫队的那个胖子，没想到竟然是个秃顶老头，这让他有些错愕，也有些无奈。他不想回家休息，因为他觉得在这里反而更加舒适。随后他对林佳音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因为他拥有的 S 级天赋可以在战网中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但他却将时间浪费在了保护李海岩身上。不过他则认为这些都是他心甘情愿的，他将保护李海岩直到继承整个集团为止。李海岩立志要尽快摆脱家庭的束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他深知投资赌局并非唯一的财富创造途径，这次他信心满满，胜券在握。谈到 H 国与倔国的比赛，他深知这是一次稳赚不赔的投资。人们普遍认为倔国会取得胜利，但他深知真正的胜利在于比赛的过程和策略。就在此时，程之汉给李海岩发来一条短信，短信内容让他瞬间愣住。画面一转，男人正热情地款待迭戈马希德。酒过3巡，他开始倾诉心事。他曾是世界级的足球明星，然而战网的诞生让他的人气瞬间陨落，甚至妻离子散。程之汉对他这些痛苦了如指掌，因为他曾是家喻户晓的足球明星。可因为战网的出现，导致人们对体育渐渐失去了兴趣，最终人们忘记了足球。不过他好奇地问，为何想让他成为一名法师？因为你拥有的天赋可以强化所有与足球相似的道具，当然每次使用都能达到300倍的效果。自己根本无法成为一名法师，因为他的法力值低得可怜。与此同时，男人当即召唤出一个道具——阿拉克涅的宝珠。这件宝珠曾是蜘蛛族阿拉克涅使用的魔法球，它
弹性极佳，最适合他不过的装备。那么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毕竟在前世，他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师。虽然他心中涌起强烈的渴望，然而高昂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不过，男人早已打算将宝珠赠送给他，因为他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邀请马西德加入自己的工会。可是，你能支付得起这件装备的价格吗？当然，因为我很快就会挣更多的报酬。另一边，李海岩拿着手机看着短信陷入沉思，因为程志汉已将比赛的比分告诉他，倔国将会以3-1的局势碾压 H 国。与此同时，剑王缓缓走上比赛舞台 ，H 国与倔国的激战一触即发。剑王手中的剑轻轻一挥，在场的众人惊呼不已。他竟然用剑洞穿自己的胸膛，这一幕实在震撼人心。就在 H 国与倔国比赛开始之际，程志汉信心满满的把赌注拿给马西德看，居然是 H 国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吗？然而马西德对这个结果持怀疑态度，毕竟倔国拥有实力强大的剑王，他堪称无敌存在。随后只见男人指向屏幕，不如我们亲眼见证一下吧，结果到底会怎样？画面一转，此刻比赛正式开始。比赛规则很简单，击败所有对手，共有5轮比赛，先拿下3轮比赛胜利者胜出。随后剑王一声令下，让众人跟随他，可众人却对此表示拒绝。他们并不打算听从剑王的指挥，因为剑王参赛让他们的会长被迫下场，但剑王并没有丝毫愧疚之情。突然一道光柱从天而降，直接打中了剑王。原来是 H 国选手率先发起了进攻。就在众人决定发起总攻时，剑王突然挥出一剑，瞬间击退了众人。与此同时，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剑王，他竟然亲手洞穿了自己的胸膛。既然你们不愿听我的指挥，那我没必要参加这场比赛了。接着传来 H 国获得首杀的消息，众人震惊不已，就连马西德也无法置信，而他很是好奇程志汉到底是如何得知此事的。男人表示他无法透露得知消息的方式，还是专注于眼前的比赛吧。果不其然， H 国很快就赢得了第一场比赛。由于剑王出乎意料的举动，李金诺因剑王出人意料的表现成为 MVP。此刻众人对剑王的行为感到不满，作为战队代表竟然公然做出如此行为，简直是有损战队的颜面。而剑王回应道，我无法容忍你们这些幼稚的行为，你们就是一群毫无专业精神的垃圾，我不想在你们身上浪费时间。如果你们不承认我是队长，我永远不会参赛，要么与我一起获胜，要么继续经历失败。最终众人无奈地选择了前者。随着第2轮比赛的开始，剑王再次站上赛场，这次他真的要动真格了吗？因为这次的气场完全不同。就在众人正准备防御，剑王的斩击犹如闪电般打出，瞬间击败了队伍中的2人。众人惊讶地看着剑王，这家伙终于要认真了吗？场激烈的赌注，他一举拿下了胜利，却使在场众人惊叹不已，因为他准确地预测了2支队伍的比分。就在剑王展示出强大实力的一刻，只一剑就将眼前的2人击杀，仅仅2次攻击，剑王就将比分追平。转瞬间，比赛进入了第4轮。而在上一轮比赛中，剑王的强大实力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这轮比赛并不像之前那样轻松，只见战士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甚至连一旁的法师也使出了全力。片刻之间，剑王被锁链牢牢束缚住了。正当众人准备围攻时，下一刻剑王突然放开了左手的长剑，随后迅速拦住了战士的进攻。就在他疑惑的时候，剑王忽然发力，将战士瞬间击飞。与此同时，法师正准备增强锁链的时候，可剑王已瞬间来到他面前，接着一道锋利的剑气划过，将他抬走。就在2名队员准备伸手相助时，一旁的新卫队立即制止了他们，你们可别小看我了。与此同时，剑王却早已御剑飞行到他身前的人，你们可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呀！难道你加入倔国就是为了卖弄英姿吗？看着御剑真是很帅，如果你的能力能和你的口才一样厉害就好了。听闻他身上顿时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流，随即一道雷霆之力汹涌而出，简直太棒了，正好可以试试我最新研发的技能。剑王高举长剑，下一秒一把巨剑从天而降，比赛场地瞬间被炸毁，众人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在一瞬间，剑王仅凭自己的力量，以3-1的优势赢得了整场比赛的冠军。与此同时，正在观看比赛的马西德表情震惊，你到底是如何精确知道比分的？男人却称这都是他在梦里看到的。尽管男人通过这种方式挣了不少，但有一件事却出乎他的意料，只因与前世相比，剑王似乎变得更加强大，即使男人掌握了无名神功，也无法轻易击败他。毕竟剑王还拥有3S 级别的道具。不过这也没关系，即使剑王变得多么强大，我只需要变得比他更强就行了。我想那一天不会太久。
只送出了一颗普通的足球，却获得了最强法师马希德的信任，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工会。比赛结束后，李海岩感到极度震惊，因为他居然赢了，幸运地赚了2亿多。然而最后一刻的结算告诉他，他损失了2000多万，因为他之前又追加了赌注。他本以为倔国会能以3比0的局面赢得比赛，因此押上了2亿的赌注，但最终的结果是他损失了2000多万。另一边，男人把魔法球赠予了马希德，并邀请他合作。马希德感到疑惑，为何男人对他这个无名小辈如此看重？他真的那么有价值吗？是的，我相信自己的选择不会出错。随后，男人将魔法球推给他，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强大的法师，这份礼物是对你未来最大的肯定。马希德，我需要你。闻此，他当即陷入了沉思，因为很久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这种感觉令他怀念。而如今程之汉的出现给了他希望，所以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邀请。我很期待与你的合作，会长，我会尽最大努力回应你的期望，同时我也期待着你的表现。画面一转，在青铜联赛中，林佳英凭借着无畏的决心闯过了各种难关。此刻有2名参赛者发动进攻，但下一秒却被他华丽的斩杀。随后，耳边提示音响起，林佳英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1名。虽然这是个不错的成绩，但对他来说远远不够，他需要变得更加强大。无论是在比赛中大获全胜的剑王，还是新星程之汉，与他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此，他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另一边，诗雅看着手机上的信息，此刻的他感到非常失望。尽管金希珠表示非常担心他，但他仍装作坚强的模样。突然，一个急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而在前方出现了一群记者。与此同时，男人正在朝诗雅的方向赶去。随着一连串跳跃，他感受到自己身体素质明显提高了许多。要找到诗雅的行踪，他必须登上这座城市的最高点。画面一转，程之汉眼观楼下人来人往，心中不禁怀念起过去的时光。在前世，他常常喜欢待在高处的地方，此刻意识到尹世珍在这个时期有多强大。尽管他与尹世珍从未交手过，毕竟在地球面临毁灭时，剑王突然消失之前的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期的剑王与他前世的巅峰时期一样强大。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变得更加强大，并迅速掌握无名神功。另一边，大叔极力制止众人的行为，但他们依然纠缠不休，甚至认为剑王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因为诗雅的存在。就在事态将要升级时，男人缓缓走向众人，手中凝聚着神秘的魔力。下一秒，众人便被瞬间弹开。你居然敢向记者动手？难道你不怕网络的压力吗？当然我很在意，所以现在我已经很克制了，这是第一次，所以我选择原谅你们。你们应该庆幸自己还活着。随后，他便朝着诗雅说道：“已经没事了，是时候回家了。”男人向他们道谢后，搀扶着诗雅离开了现场。此刻，金希珠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哈哈大笑起来。众人终于明白，她原来就是太原日报会长的孙女金希珠。看起来，这下诗雅的处境变得很糟糕。另一边，剑王当众宣布自己没有任何女儿，看起来这也是记者们蜂拥而至的原因。这时的程之汉很是气愤，却不知如何安抚诗雅的心情。就在这时，诗雅却突然表示，之前答应我的愿望还算数吗？你是只找到影子女王吗？是的，她对此表示肯定。随后，她便一把掏出手机，没错，我找到了影子女王。轻而易举地击破了一道屏障，这简单的举动却让所有的网友们激动不已，因为他是首个打破常规的存在，并且那可是比赛专用的屏障，是为了抵挡钻石级玩家的进攻而设计的。就在诗雅找到了影子女王后，立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她是最有可能的人选。相较于坐在王位之上的精灵女王，她更像是影子女王。随后，她将照片发给了舅舅。首先是她的眼睛，眼白部分呈现黑色，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此外，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比赛开始前，她总是盯着第1名不放，每次比赛都观察着舅舅。于是，诗雅特地查看了每场比赛的记录，发现她观察过的人最终都获得了第1名，仿佛她能够预知未来。更重要的是，她脚下的影子，尽管画质不好，诗雅感觉到一些不对劲，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随后，她向诗雅表达了感谢，并决定在下一场比赛中进行确认。不过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只要是你说的，我都会答应你的要求。那么我的愿望是……画面一转，男人再次出现在斗兽场内，而在今天，他决定打破常规，击破观众台上的屏障，确认那个精灵是否真的是影子女王。转眼间，男人就完成了10次击杀，而这足以让他稳坐第1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想办法打破这道屏障，但这绝非易事。这道屏障的强度相当于钻石级玩家，能够抵挡住所有的技能和攻击，就连男人的流浪者之眼也无法穿透它。为了看到对方真实的面目，他必须创造一个缺口。此刻，
他缓缓凝聚力量，毕竟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兵器。他知道仅凭一次突刺是不够的，他猛然发力，施展出仙人指路的绝技，然而却没有对其造成任何伤害。不过此刻的网友们却炸开了锅。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停下攻击，打出了无数道凌厉的进攻，再次击打了屏障。不到片刻，原本坚不可摧的屏障被他打出了一个小小的洞口。与此同时，男人猛地发动流浪者之眼，因为他必须在屏障恢复之前看到他的真实面目，却呆在了原地，因为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空间中。在这时，他身后有道白光闪烁，当他转过头时，他震惊地发现一双巨大的眼睛正凝视着他。只是觉醒了一个最垃圾的 F 级天赋，却因此成了众矢之的，遭受无尽的指责与谩骂。在青铜联赛上与暗影女王的交锋之后，此刻的男人已经躺在家里3天3夜，让他久久不能平静。那个可怕的家伙用青铜级的身体对上那种家伙，让男人无力招架。即便他有回归前的实力，男人也难以取胜。然而那家伙的实力或许将成为他的助力。随后他打开了成就商店，凭借过往的成就点数，商店已升级到5级，而提升带来的新功能星座槽位也随之解锁。这样他就能够多选择几个星座。不过现在购买它还为时过早，虽然他知道现在的地球仍处于新手教程模式，这个功能暂时用不上，但他还是忍不住激动，选择了增加称号槽位，然后查看了自己的状态窗口。不知不觉，他的等级已升至22级，距离白银玩家仅差3级。他之所以选择增加称号，是因为他即将获得武神的继承者这个称号，只要他的武力值达到30时，他就可以使用无名神功，并获得这个称号。这是他前世一直使用的名号。他深知尽快掌握无名神功的重要性，因为那个可怕的家伙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画面一转，他带着诗雅正在寻找房子，显然诗雅觉得房子还是太小了。他明白他的感受，毕竟之前他一直住在剑王宫。不过男人着实没有想到，他的愿望是尽早的离开这个家，看起来那里的确让他有太多痛苦的回忆了。为了尽快带他脱离那个环境，于是男人当即便决定他们需要更大的房子，因为诗雅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玩家，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摆放连接器。当然，介绍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表示感谢他对诗雅的照顾。他曾是剑王一族的成员，但在剑王离开后，他选择了退出。他担心诗雅，但看到他现在的坚强，他也放心了，相信他一定会觉醒优秀的天赋。提起天赋，那场比赛后，诗雅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一旦他觉醒了那个 F 级天赋，必将遭受无尽的指责。他暗下决心，要暂时阻止别人靠近他，尤其是那些记者。而金希珠早已安排好记者，在诗雅觉醒天赋那天对他进行采访。金毛都觉得他心机重，不过你为什么讨厌他？因为如果没有战网的出现，诗雅根本没有资格站在他身边。如果他觉醒的是垃圾天赋，那真是个天大的笑话。难道你真的有办法在比赛中战胜程之汉吗？他只是一笑置之，那种家伙根本没放在眼里。竟是名动天下的 SSS 级剑王，而他却觉醒了笑谈般的 F 级天赋。如今距离诗雅觉醒天赋的时刻只剩下14小时。此刻，金希珠热切地向诗雅发起采访邀请，希望能在她获得天赋之际记录下这个珍贵的时刻。可诗雅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尽管金希珠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但诗雅仍不愿与他多做纠缠，随后便转身离去。而此刻的他终于露出了原本的面目。金希珠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他也想好了应对策略。今晚就是诗雅天赋觉醒的关键时刻，如果他觉醒的是 F 级天赋，那是多么有趣的事。与此同时，诗雅陷入了沉思，她早已忍受了许多，对金希珠的真实面目洞若观火。某日，无意中听到金希珠等人的谈话，他才知道金希珠接近他是有目的的，他只不过是想在诗雅绝望的时候再落井下石一番。如果他获得的是 F 级天赋，那一定会成为非常有趣的事情。而在得知他的真实面目之后，诗雅心中不禁震惊，随后又感到一阵不安。他害怕自己真的会获得 F 级别的天赋。在获得天赋的仪式过程中，诗雅不断祈祷，无论什么天赋，只要不是 F 级就可以。他渴望得到一个过得去的天赋。然而当红光一闪而过之后，面前的一幕让他睁大双眼，无法置信。没错，他获得的是 F 级天赋。大器晚成，这一切终于落幕。时光倒流，回到诗雅获得天赋前5小时，此刻的男人正赶往天赋馆，而为了不让任何人打扰到诗雅，于是他动用所有的关系，疏散了学校的人员和记者，甚至安排高层戒备。毕竟高层也对诗雅获得天赋仪式感到非常担心。看起来我又欠下了一份人情了。随后他便被安排在了馆外进行守候。虽然他也非常担心是诗雅，但目前能做的只是守护她。他也希望这份礼物能给诗雅带来一丝安慰。时间很快来到了诗雅获得天赋的前5分钟。此时金希珠带着记者闯入现场，男人想不到他们会突然出现，心中不禁疑惑他们是怎么进来的，通过认识的人进来的。接着表明了自己的来意，他今天就是来采访诗雅的，但程之汉却对此表示拒绝。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金希珠突然露出狡猾的笑容。那么这个怎么样？等级27级的英勇武士，为了保护侄女而遭到神秘勇士的袭击，下一秒一记重拳狠狠砸在男人的后脑。
该死，这家伙到底是谁？男子只是打开了自己的状态窗口，却让诗雅倍感震惊，只因他竟然也是 F 级天赋，却拥有与实力不符的表现。就在金毛偷袭程之汉之后，他得意洋洋地站在原地，声称要好好照顾诗雅。闻此，这一幕让男子怒火中烧，谁允许你提起他了？他瞬间挥出一拳，重重砸在金毛脸上。然而金毛并未受到太大伤害，因为他的天赋竟然是硬化。双方随即展开激战，你一拳我一拳，难解难分。就在金毛即将使出全力一击时，男子果断出击，一拳击中金毛下颚，随后使用力紧紧抓住他的头发。片刻之后，金毛就如同一只无助的孩童，被男子提在空中。你的行为举止就如同恶霸一般，我会给你带来永生的回忆，要让你铭记这一天。话音刚落，男子随手一挥，将金毛扔到金希珠面前。金希珠见状，惊恐万分。另一边，虽然诗雅获得天赋后失望不已，但她很快振作起来，明白悲伤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是她走出天赋馆的时候了。然而，望着状态窗口的她却忧心忡忡。她深知 F 级别的天赋在比赛场上毫无优势，大器晚成，你将在未来发现自己的潜力。这句解释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正当她走出天赋馆，眼前的一幕让她震惊不已。原来男人正在把玩着金毛的头发，她好奇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与此同时，金希珠正破口大骂，甚至搬出他爷爷是报社社长的身份。然而男子毫不在意，就算你们能操控媒体，制造假信息，让我身败名裂，我也不在乎。大不了我们可以离开 H 国。但金希珠闻言心生恐惧，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时，男子随手一挥，只见无数火焰扑向金希珠。既然你不像是那种会自我反省的家伙，那你就好好牢记这次的经历吧。下一秒，金希珠瞬间被火焰吞噬，不到片刻，火光便照耀了整个天府。画面一转，诗雅担忧不已，她害怕金希珠会通过媒体报复他们。男人却安慰她不用担心，那么大的报社不可能因为金希珠而草率行事。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获得了怎样的天赋？大器晚成，一个 F 级别的天赋，就如同预期的那样。随后男子打开了自己的状态窗口，示意诗雅好好看看。只见诗雅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只因男人的天赋竟然也是 F 级别的。你看看上面的数据，这些独特的属性需要通过隐藏条件才能获得的。天赋的等级并不代表一切，你也可以获取隐藏的独特属性，并且在那之前，这个东西会引导你前进。觉醒的是 F 级天赋，却让男人感到巨大的震惊。只因在回归之前，他一直是世界第2的顶尖选手。就在我把一个道具交给诗雅后，他才发现这个天赋实际上还可以升级。大器晚成，天赋需要参加50次游戏才能再次升级。目前的效果是每参与一次游戏，属性成长100%。这个天赋还有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在回归之前，世界排名第2的玩家是来自 Z 国的金玉华，就是拥有大器晚成这个天赋。一个世界排名第2的天赋居然会让诗雅绝望到死，就像男人预料的一样，通过 A 级的眼镜，他可以看到天赋的真实面貌。这是男人在诗雅觉醒天赋的前一天修好的道具，仅仅是能够提升等级就已经让人感到恐惧，再加上成长率提升100%，这意味着训练效率是别人的2倍。只要诗雅拥有这个天赋，她就能更快地获得男人所说的稀有属性。诗雅听了之后，当场愣住了，而程志汉坚信他肯定会成为一名顶级选手。此时诗雅终于喜极而泣，因为他已经等太久了。当剑王抛弃他并离开 H 国时，众人将怒火都发泄在他身上。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诗雅变得更加坚强，她不再是那个被剑王抛弃的女儿，而是一个名叫尹诗雅的玩家。不过她觉得舅舅真是太神奇了，就好像知道未来发生的一切。既然心情恢复了很多，那我们就一起去享受生日大餐吧。为了这顿餐，我排了很久的队。另一边的金希珠此刻非常生气，因为程志汉把她的头发和眉毛都烧光了。就在这时，管家带着一段录像匆匆赶来，正是这段录像让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事态发酵的突破口，那便是诗雅的面部表情。这个让人觉得她随时都快哭出来的表情，非常适合写文章。看起来她应该获得了 F 级天赋，接下来她将会好好报复他们。另一边，好久不见的金色流光正陷入沉思，只因没有被程志汉选中，让他感到非常空虚。无论是那个法师还是其他3位队友，金色流光始终在帮助程志汉扫除一切障碍，所以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程志汉的经纪人。为此，他希望男人能看一看他的纸条。与此同时，男人正在进行比赛，3下5除2地瞬间斩杀成群的怪物，旁边的队友正观望着一切。伴随着一道闪电劈下来，本场游戏结束，程志汉获得了第1名的成绩，男人的等级提升到了25，现在他可以参加白银升级战。长期位居第1的他获得了青铜统治者的称号，并入选了青铜联赛全球100强。就在8月25号的那天，将会开启全球100强大战。在这场比赛中，只需参加比赛就能晋升白银的资格。100强大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只剩下最后1人战斗。晋升之战就是一场生存斗争，直到只剩下1个人为止。这是一个决定排名第1的舞台，
程志汉望着名单陷入了思考。M 国的第一选手巴伦威廉姆斯，连男人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碰上他，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只因他从来没有战胜过巴伦，只是打通了3个丹田，却被星座武神剥夺了继承资格，天赋尽失。然而程志汉凭借独特的力属性，成功跻身前100，武力也是独特属性的一种。在解锁无名神功之前，仅表现为力量、耐力和速度的结合。然而一旦进入无名神功的领域，它将蜕变为超越现实的力量，如绝对领域强化魔力、强化念力等。更有甚者，体重级别的差异也存在其中。巴伦所展现的力层次分明，力是魔力和神力构成正比的独特属性。巴伦生来就拥有强大的魔力，至少比程志汉高出2倍的力。男人的念力再强，可在绝对力量面前不值一提。尤其在世界排名第1的巴伦面前，青铜时期就拥有钻石级别魔力的他，无人可与之抗衡。为此，他必须尽快解锁无名神功。画面一转，男子面对窗口信息陷入了沉思。此刻的他有些难以置信，毕竟这与印象当中的相差太远了。这时电话响起，竟是李海岩。他毫不犹豫地索要下一场比赛的比分，这让男子很无语。另一边，两人正交谈起此事，而李海岩显得有些紧张，因为程志汉也进入了全球100强，还有两国实力强大的巴伦参加这场比赛。但程志汉却让李海岩买他第一，可毕竟是那个无比强大的巴伦，所以李海岩并不太看好男人。虽然程志汉精准预测了之前的比赛结果，但考虑到巴伦的实力，他还是觉得选择巴伦更为稳妥。不过你最近训练的怎么样了？此刻的他正想着向李海岩汇报成果。画面一转，此刻的男子深吸一口气，随即将武力值提升至30，一切条件都已满足。接下来他将掌握无名神功。随着流浪者之眼的启动，下一秒星座流浪武神出现在他面前。虽然看不清一切，但他能感受到熟悉的感觉。我们终于见面了。紧接着武神承认他是继承者，随后无数能量汇聚向他，传授无名神功。通常来说，星座会在这时提出自己的条件，但流浪武神并没那么做。正当男人以为一切顺利时，耳边警告声响起。流浪武神皱起了眉头，由于男人已经打通了3个丹田，所以武神对他产生了警惕。下一秒，武神取消传承，回归自己的轨迹。此时的男人一脸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当看到自己的状态窗口时，才明白一切。原本世界排名第7的他，面对即将到来的100强大赛，他的天赋竟然消失殆尽。100强争霸赛上，男人被眼前一幕所震撼，因为这是上一世中从未发生过的。就在程志汉失去天赋之后不久，诗雅一脸轻松地站在男人面前，她办好了退学手续，这下感到自己终于轻松了不少。这是她觉醒天赋后做出的决定，毕竟她已决定接受男人的训练，所以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学院。眼下总算是解决了诗雅的问题，但男人们却陷入了困境，因为明天就是100强大赛，但他不小心丢失了流浪者之魂。更糟糕的是没能够完全掌握无名神功。此刻他感到心烦意乱。一旁的诗雅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难道是因为100强大赛吗？是的，不过他更担心自己即将到来的变化。就在这时，只见诗雅鼓励着男人，你一定可以赢得比赛，毕竟你总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男人的左眼突然感到剧痛，这到底发生了什么？画面一转，此刻的程志汉感到自己的左眼不对劲，于是他试着使用力摆脱不适。下一刻，无数道力瞬间摧毁了晶体，同时带来了强烈的痛感。与此同时，前方传来提示，已消除了流浪武神的痕迹，玩家程志汉完全脱离了星座的束缚。男人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前方又再次出现提示，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获得其他星座的支持。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武神一直都在阻止自己获得其他星座的力量吗？该死！我曾以为武神无私奉献，原来他一直寄生在我的体内。随后，武神突然消失了，而男人非常不解，区区一个武神怎么会怕一个青铜玩家呢？虽然男人非常疑惑，但不管怎样，如今无法再使用武神的力量。不过他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寻找其他星座。就在此时，前方出现了一个任务，史诗级别的任务，寻找并挑衅影子女王，奖励5万成就点数以及星座影子女王的兴趣。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明天的比赛，因为他需要填补武神力量留下的空缺。他刚好有一个主意。画面一转，青铜100强争霸比赛正式开始，游戏将持续到只剩下1名玩家。男人一上场就成为了众人的目标。伴随着比赛开始，众人立即对他发动了围攻，而男人则是从容不迫，仅仅一击就将2人击杀。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他选择抵挡，同时一颗紫色火焰朝他扑来，而男人轻挥右手，下一秒火焰便被推向了敌人。接着他俯身冲向法师，面对法师的多重火焰魔法，只见男人挥出重拳，将其瞬间击飞。除了巴伦，其他人的实力基本相当。当他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些敌人时，一柄利刃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一瞬间，他立刻用双手抵挡，而他对此感到震惊，因为面前的人竟然是梅花剑林佳音，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百强争霸赛上林佳音的出现让男人吓了一跳，因为这预示着未来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他似乎变得更加强大。面对林佳音的突然出现，此刻男人表现出无比的震惊。在太空联盟出现之后，战败就意味着死亡，而在东北亚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倔国派出了剑王尹世珍参赛，然而 H 国的选手因为害怕死亡，全都拒绝参赛。于是作为下一任剑王候选人的他独自承担起了这份责任。梅花剑林佳音，但令男人感到困惑的是，这家伙应该从未进入过前100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未来发生了改变？就在这时，男人及时挡下了林佳音的进攻，紧接着使出了闪天雷火，一击将他震飞数十米远。与此同时，男人挥动着长矛攻击林佳音，但却被他巧妙地躲闪开来。男人震惊地意识到，这家伙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面对林佳音的招招致命进攻，男人此刻才意识到他成长了许多，减少了不必要的动作，加重了每一次的挥砍，步伐变得更加轻缓。男人好奇，在没见到他的那段时间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时间回到先前，林佳音向李海岩告知自己进入了青铜联赛的前100名，而他希望李海岩可以帮他更换一下设备。虽然他不想承认是设备影响了自己的实力，但经过无数次的训练后，他发现这把剑对他来说太重。李海岩不解，为何这种事情要到现在才说？没想到一把破剑居然会影响你的实力。于是李海岩为他寻找了一把合适的宝剑，争取让他在下一次比赛中展现出全部实力。李海岩坚信，只要他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够战胜程志汉。毕竟他是 H 国的后起之秀，他只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让我们在百强争霸赛上好好表现一番吧。时间回到现在，面对程志汉的猛烈攻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与程志汉的实力相去甚远。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根本没有可能战胜程志汉。他也洞察了林佳音的内心世界，深知他并非池中物，但他不知道他为何能做到如此地步。只需挑战那些实力稍逊一筹的对手，便能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存活下来。在这关键时刻，他低声自语，当前的自己远不是程志汉的对手，或许未来也难取胜，但放弃并非他的选项。即便无法超越程志汉，他也愿竭尽全力紧随其后。的确，他就是这样的家伙，即使深知胜算几何，依然会选择勇往直前。前世的他曾倒在剑王的剑下，但这次他已跻身青铜百强。程志汉对他的归来充满好奇，期盼着能否改写他的命运，而他早已定下策略，在他的队伍里正需林佳音这样的人才。就在此刻，林佳音瞬间启动秘技梅花风暴，下一秒，无数身影如潮水般涌来。程志汉抬起右手，尽管对这把长矛尚感陌生，但他还记得一招足以扭转乾坤，三才五学地横扫千军，毫不费力地挡下了火焰魔法的进攻，却让世界排名第1的巴伦感到无比震惊，因为他所使用的正是巴伦独有的力。就在程志汉使出一招横扫千军之后，此刻 N 国排名第3的小克拉克带领着众人在争霸赛上找到了巴伦，他们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击败他，不过巴伦却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随后更是甩手挑衅道：“不如你们一起上吧。”下一秒，众人向巴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只见他轻松的抬手将小克拉克吸附在了手中，紧接着一股红色能量瞬间击退了身后的众人。面对两人的偷袭，他挥手间便将他们瞬间击杀。此刻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战斗的喜悦中。就在这时，一旁的程志汉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意识到程志汉绝非等闲之辈，就像之前经历过的那些战斗一样。不一会儿，巴伦来到了程志汉的面前：“你就是传闻中的程志汉吗？”但在两人交谈的瞬间，巴伦出手偷袭了程志汉，却被他轻松躲开。紧接着，程志汉施展出闪天雷步反击巴伦，然而他却漂浮在空中，轻松地躲避了进攻。看着即将落下的魔法攻击，程志汉顶着压力朝着巴伦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但巴伦又一次轻松闪躲。与此同时，巴伦却对此做出反击，强大的力量瞬间将程志汉击倒在地。然而战斗并未结束，天空中出现了许多魔法阵，伴随着巴伦的一挥，下一秒，无数火焰径直击打在了众人身上，一瞬间，整个赛场就变成了炼狱一般的地方。巴伦沾沾自喜地享受着战斗的快乐。突然间，程志汉使出一招横扫千军，当场将所有人瞬间击杀。此时程志汉的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而巴伦感到无比震惊，因为程志汉居然在他的火焰之下毫发无损，更准确地说，火焰无法触碰到他。此时才意识到，难道这家伙也会使用力吗？是的，男人给予了肯定，但巴伦仍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有拥有2个职业的他才能拥有这样的力量。而男人却解释道，那也只是你认为的而已。在他亲手获得了这股力量后，他才发现巴伦根本不会使用它。听闻巴伦勃然大怒，只见无数魔力从他体内爆发，他准备用这一击解决掉程志汉。
但男人却表现得十分从容。他缓缓地从口袋中掏出一颗水晶，便是昨天意外得到的道具。水晶碎片能够为玩家赋予一回合神圣的祝福。伴随着程志汉的施力，他的全属性瞬间增加了50%。现在，让我们进行一场生死对决吧。简单的使出了一招突刺，却惊人的破解了巴伦无敌的火焰波浪。正当他准备发动致命一击之际，众人都以为男人已经注定败北，但唯有他深知自己绝对会胜利，因为影子女王正目睹着他的一举一动。就在两人即将展开决一死战的时刻，巴伦回忆起了自己的过去。他曾经是个怯懦的胆小鬼，身材瘦小的他对战斗心存畏惧，众人都认为他浪费了极好的天赋，因为作为可以选择2种职业的人，他只需要合理搭配就能成为战网中的霸主。然而他却选择了治疗和魔法，在团队中担任后勤角色。可在得到励志后，巴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依靠着自身天赋的魔力，他每一轮的比赛都以绝对的实力获得胜利，无数对手纷纷败在他的脚下。与其交手过的玩家们评价巴伦，他拥有2个灾难。第一个灾难是火焰波浪，由火焰组成的巨浪一口气吞噬了无数敌人，至今没有人能够躲过这一招。然而在今天，程志汉仅凭一招仙人指路，就瞬间破解了火焰波浪，只是一招普普通通的突刺，就令巴伦感到无比震惊。男人也意识到，巴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内心非常空虚。为了掩饰实力上的不足，他故意使用这些华丽的招式。随着男人的重击，巴伦当即被打倒在地。此刻男人喃喃自语道：“你和我认识的某人很像，就算表面装的再怎么厉害，无法隐藏内心深处的自卑。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你努力锻炼身体，改变外貌，使用华丽的技能自欺欺人。但如果你不改变内在的本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此时男人突然发力，就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然而就在这时，巴伦缓缓抬起右手，下一秒，一道闪电朝着男人袭去，将他击飞数十米开外。而这便是巴伦的第2个灾难。闪电与大范围的火焰波浪有所不同的是，这是压缩魔力一击击杀对手的最高级技能。对于巴伦而言，这是他最擅长的技能。巴伦很是惊讶，闪电并未对男人造成太大的伤害，只因巴伦出招的瞬间，程志汉用长枪挡下了致命一击。巴伦必须承认，程志汉的反应能力非常出色，但他确信男人无法躲避下一次进攻，因为这一次他将使出全力一击。在场的众人都以为男人必败无疑，只因没有人能够抵挡这一招，唯有男人知道他已经胜券在握，因为影子女王正在注视着他。此刻男人缓缓举起手中的凤凰之剑，而就在巴伦使用闪电的瞬间，他猛地投掷出手中之剑，下一秒击倒了巴伦。尽管凤凰之剑只能扔出5次，之后便会消失，但此刻的男人毫不犹豫，因为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巴伦，而是赛场之外的影子女王。罗马竞技场上首次出现了被摧毁的景象，只是投掷出了一把普通的弓箭，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只因他首次打破了罗马竞技场上的屏障，成为了首个与影子女王较量的勇者。就在男人一招击破竞技场上的屏障之前，眼前的场面让李海岩心中不寒而栗。屏幕中男人暴打巴伦的场面，感到无比紧张。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巴伦身上，如果情况继续下去，他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可能化为乌有。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看起来你并不相信我能够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尽管有所预料，但心里还是有些伤感。李海岩对此持肯定态度，毕竟他从一开始就输了，至少应该坚持到最后。他还注意到林佳音此刻心情非常不错，看来这场较量给了他许多收获。当然，他对此表示肯定，因为从战斗中可以看出他正在不断向前进步。这时，他们的注意力被手机传来的声响吸引。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罗马竞技场上，而巴伦则愤怒地发现，程志汉的目标根本不是他。就在摧毁完屏障之后，此时的凤凰之剑再次回到男人的手中。真是好久不见了，影子女王！下一秒，无数黑色能量瞬间弥漫整个赛场。此刻，所有手机失去信号，整个赛场被黑暗所笼罩。留在现场的人们光是呼吸便消耗了大量体力。虽然他能感觉到影子女王正在凝视着自己，但窗口却没有任何提示，显然远远没有达到挑衅的程度。接着，男人用力一击，仙人指路朝着影子女王袭去，直接打在她身上。但很快，男人意识到情况不对劲，因为他居然吸收了剑气，这意味着程志汉的所有进攻都对他无效。与此同时，男人被黑影团团包围，只见男人猛然挥出一拳，并没有任何击中的感觉。难道这些都只是影子吗？随后，所有的影子都向人们发动了攻击，而在和他们较量的同时，男人发现物理攻击对他们没有任何效果，于是他使用了神力，猛然挥出致命一击。虽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但他的存在被神力抹去了不少，这意味着影子无法抵抗神力。突然，一道影子抓住了男人的右脚，下一秒，另一道影子对他发动了进攻。此刻，只见男人睁开双眼，
无数闪电朝四面八方劈去，当场影子们被击退。所有影子无不震惊地看着他。果然猜测没错，只要有光亮的地方，影子们就不敢轻举妄动。这时，男人四周的闪电逐渐暗淡，他回头一看，巨大的人影正向他袭来。该死，糟糕透了！